我因意外穿越玄幻世界，重生到了一个天赋平平、混吃等死的仙二代身上。伴随我而来的还有一个鹅场系统，只要充钱就能变强，1000极品灵石就能封王，10万极品灵石就能成圣。于是我便彻底疯狂，走上搞钱的不归路。别人不敢绑的圣女，我绑；别人不敢评的禁区，我评。就连路过的大黄豆都被我扒成皮。至此，一代修仙界的悍匪就此诞生。我还没死，这是哪里？我去，我这是穿越了。根据记忆，原主是一个天赋渣渣、混吃等死的仙二代。前几天偷看大长老女儿洗澡，不慎落网，如今更是要被废除少宗主之位，天崩开局啊！少年，你想变强吗？鬼呀！你才是鬼，你全家都是鬼，我是系统。系统吗？那你有什么功能？本系统为充值无敌系统，宿主可以使用灵石或任何天材地宝进行充值，充值后可在系统商城中购买各种物品，如修为、功法、灵宠坐骑、绝世神兵等等，只要钱到位，哪怕是仙人级别的女仆都能给你抓来。仙人级别的女仆都能抓来，系统你好狂，我好喜欢。这是原主20年的积蓄，你看看能抓几个？经检测，里面有中品灵石2万，以及各种丹药矿石等，总共价值27300中品灵石。仙人女仆就别想了，只够兑换一些修为。那能兑换多少修为？能兑换至玄丹境6重。玄丹6重吗？也行，兑换了。兑换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玄丹境6重修为。这就是玄丹境6重嘛，虽然还是弱鸡，但对现在的我来说也算不错。由于宿主首次充值，系统奖励首充大礼包1份，人族至强战体、荒古圣体，请问宿主是否融合？竟然还有首充大礼包，狗系统，你该不会是鹅厂出品的吧？这个你别管，你就说这圣体要不要吧，不要我可私吞了。要，立刻融合！现在为宿主融合，为防止异象外露引人窥探，已封闭方圆1里的空间。这就是荒古圣体吗？好强大的肉身，好恐怖的血气！宿主不要激动，只要你有灵石，还可以变得更强。所以，少年，努力赚钱去吧。赚钱吗？看来当务之急还是要保住自己少宗主的位置才行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源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宗门这次突然举办大会，好像是要重新选一个少宗主。活该！谁叫他偷看刘师姐洗澡？这就是他一个人吃独食的报应。宗门大比即将开始，玄丹境弟子可上擂台，坚守擂台，直至无人挑战者即为第一，获胜者奖中品灵石1万，封少宗主。宗门倾力培养。这也太爽了吧！获胜者不仅能成为少宗主，还有1万中品灵石的巨款。要知道，就算核心弟子1个月也只能从宗门领取30枚中品灵石而已。随着大比开始，当即就有2名玄丹境核心弟子，没有废话，大声刀锋剑影，沸腾的灵力4次冲击。还有谁要挑战的，尽管上来。看来这次大比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柳青青这丫头不愧是宗门大师姐，不错，这丫头无论天赋还是品性，都比禽兽那个混小子适合当宗门继承人。诸位过誉了，青青这丫头也就比同辈弟子强上那么一点点。宗主你怎么不笑？是不喜欢笑吗？既然无人挑战，那便宣布结果吧。该我装逼，呸，该我出手了。我操，那是禽兽，他要做什么？他怎么上擂台了？他不会是要挑战刘师杰吧？他这是疯了！禽兽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为什么不敢？偷窥你的是少宗主，关我禽兽什么事？我现在又不是少宗主。你，哼，这是大比擂台，不是你该上来的地方。如果不想给宗主丢脸，就马上下去。听说大比第一可以做少宗主，还有1万中品灵石，很不巧，少宗主我想当，灵石我也想要。怎么会？玄丹境6重，禽兽你！柳青青明显呆住了，身上一贯清冷的气质在此刻荡然无存。看着禽兽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明明几天前还是灵气3重，偷窥时还让他毒打了一顿。我操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废物竟然玄丹境6重了！出手吧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将你打下擂台，我还要去领灵石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才拥有如今这样的修为，但你真以为凭借玄丹6重就能赢我？玄丹境7重吗？可惜还不够。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刚才那一剑足以将玄丹6重劈下擂台，你怎么毫发无损？我不信！这是神通，想不到刘师姐竟然在玄丹境就领悟了神通。第一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夺走。区区神通，看我一拳破之！你输了，输了，刘师姐竟然输了，少宗主好强大的肉身，输了，我居然输了。那么现在由我继续当少宗主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
大长老，你怎么不笑了？是想到什么伤心事了吗？哼！既无人挑战，本宗主宣布大比结束，吾儿禽兽夺得第一。往后继续担任少宗主，可以自由出入藏经阁，修炼所需的一切资源，宗门优先提供。我因意外穿越玄幻世界，重生到了一个天赋平平、混吃等死的仙二代身上。伴随我而来的还有一个鹅场系统，只要充钱就能变强，1000极品灵石就能封王，10万极品灵石就能成圣。于是我便彻底疯狂，走上搞钱的不归路。你真是我儿子，禽兽不是被某个老怪物夺舍了？你不都检查过了吗？不愧是我儿子，老子打小就知道你会有出息，以后修炼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老爹都给你弄来。那我要灵石，随便给个几百万中品灵石就行。我操！你再说一遍，多少灵石？100万。我看你像个100万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宗门说了大力培养，就不会食言。这里是5000上品灵石，还有一些修炼所需的丹药，算是宗门给你小子的一笔投资。拿来吧你！发了，5000上品灵石换算成中品灵石，那就是足足50万。好了，灵石也给你了，快回去修炼吧，争取早日突破到灵婴境。好嘞，系统，我要充值。定，现在为宿主估算物品价值。估算完成，所有物品共价值5420上品灵石。5000多上品灵石吗？若是全部兑换修为，可以提升到什么境界？可以提升到神功境1重，不过我建议宿主先兑换几个有用的神通，这样综合实力反而更强。那都有些什么神通？神通1，破妄，瞳术神通，可看穿一切虚妄，包括阵法、敌人的修为境界、衣物等等，是集盗墓、逃命、偷窥当老六于一身的必备技能。破妄神通，这个好。禽兽没有犹豫，当即大手一挥就兑换了，随后又再次花费1500上品灵石兑换了2门神通，缩地成寸和虎豹龙拳，还剩下2000多上品灵石吗？系统，剩下的全部给我兑换成修为。宿主花费2040上品灵石，修为提升中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灵婴境5重，开挂就是爽啊！短短几天时间，我就从一个灵气境的小渣渣，成为如今的灵婴境强者。少宗主不好了，紫炎宗的崽子来闹事了。紫炎宗来闹事，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紫炎宗的少主在咱宗门口摆了一个擂台，扬言要挑战宗门年轻一代所有人。到现在已经伤了宗门不少人，刘师姐也已经和对方打起来了，但也逐渐落于下风。所以大长老让我来叫你快些。岂有此理！这也太猖狂了！走，本少宗主带你去教他做人。柳青青，还是乖乖认输吧。和本少相比，你还差点。不过以你的天赋，做本少的女人倒是还可以。该死，这也太猖狂了，简直不将我们青云宗放在眼里。如何？不如你加入我紫炎宗，本少保证给你提供大量修炼资源。猖狂！敢在我青云宗门前如此放肆，小子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太好了，是少宗主，少宗主他来了。我以为是谁呢？这么大的口气，原来是你这个远近闻名的废物。哼，小子，敢说我们少宗主是废物？看着，等下少宗主不把你想打出来，都算您拉得干净。可笑，还把我想打出来，就凭他？不错，就凭我。好好好，既然你这个废物找做，我就陪你玩玩。不过嘛，得加个彩头，就赌一条中品灵石矿脉，你敢吗？还有这等好事？来来来，先立个字据，免得你紫炎宗不认。少主，既然秦少宗主如此慷慨，那么你就陪他玩玩。想必青云宗家大业大，也不会赖账的吧？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就收下这条灵脉了。本少让你先出手，免得打完收工。我操，少宗主好猛，我愿称之为宗门第一猛男。禽兽，我要干了你！真是聒噪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还想杀我。我操，紫炎宗少主不会被弄死了吧？动了，没死。少主，畜生，擂牌切磋，你竟下如此重手，本座今天就带青云宗管教你。放肆无聊，注意你的言辞，我青云宗的少宗主，还轮不到你来管教。你们好，很好。不要忘记了，你们还欠我一条中品灵脉，希望你们紫炎宗可以在3天内完成交接。哼。好小子，干得不错，没给宗门丢脸。大长老过奖了，3天后还要麻烦大长老和我一起去接管那条中品灵脉。小琴子，你放心，有柳师叔在，这条灵脉紫炎宗赖不了。好好休息，3天后师叔和你去。
青云宗，好的很。宗主，我们真的要割让一条中品灵脉给青云宗吗？哼，区一条中品灵脉，我紫炎宗还输得起。不过也不能让青云宗轻易得到。吴长老，你派人去青云宗，就说本座同意了，让他们1个月后可以前往流云山脉接收那里的一条中品灵脉。记住，是1个月后。1个月，不错。青云宗不是要灵脉吗？那本座就给他一座废脉，召集宗门弟子，1个月内尽可能挖掘灵石，不要怕伤到灵脉更远。哦，是宗主。我本是个混吃等死的仙2代，却意外觉醒鹅场系统，只要氪金就能变强。于是短短几天，我就从一个灵气境的小渣渣，成为人人羡慕的神功境强者。这是万魂幡，修炼不努力，万魂幡里做兄弟。没想到百里岩这个紫炎宗少宗主，竟然拥有这种正的发邪的宝物。系统将所有物品换算成上品灵石。令马上为宿主计算物品价值。归零2个0加2个0乘以6加500加600等于4100。计算完成，所有物品共价值4100上品灵石。哦，发了！不愧是紫炎宗少主，果然富得流油。系统全部给我兑换成修为。定宿主花费4000上品灵石，修为提升中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神功境1重。一时开挂一时爽，一直开挂一直爽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加上强大的荒古圣体，即便对上神功境巅峰，我也不惧。少宗主，紫炎宗的人来了，宗主让你去议事殿议事。紫炎宗来人了，这么快？见过父亲，见过诸位长老。不是说紫炎宗来人，喊我过来议事吗？人呢？人已经走了。刚刚议事的内容，我都用这台电脑记录下来了。哎，父亲，你换新电脑了，旧的呢？卖了呀！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52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耳机和手表这种智能穿戴、平板、笔记本之类的数码产品，转转都能回收。总之，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我操！等等，兽儿，你的修为神功境，我操！其实神功境才是我真实的修为。小子，你确定这就是你的真实修为？没有再隐藏了？真的。我儿禽兽有大帝之姿啊！紫炎宗来人，是不是关于那条灵脉的事？不错，紫炎宗已经同意将流云山脉一处灵脉割让，只不过要求我们1个月后才能前往接收，理由是他们撤离弟子和矿奴需要时间。那父亲，你的意思是？1个月后，恐怕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条废脉了。兽儿，你和大长老、二长老即刻启程前往流云山脉，不要害怕损伤灵脉，直接将其拘回宗门。紫炎宗之人若敢阻拦，你们可以当场镇压。我青云宗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父亲英明，我等遵命。快挖！不能给青云宗留下半粒灵石，不要怕伤害到灵脉，只要矿洞不垮就行。这就是流云山脉吗？两位长老，我们下去吧。紫炎宗重地，外人不得擅闯。呵呵，原来是青云宗的诸位，本长老记得已经让人通知贵宗，1个月后才是交接之日。3位是不是来早了？你看我们像傻子吗？1个月后再来，留给我们的恐怕就是一处废矿了。今日这灵脉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本座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。本座劝你们还是乖乖离开，1个月后我紫炎宗自会将灵脉交出。少宗主，要不我们先撤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两位长老不必担心，你们只管拖住那2个神功境巅峰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少宗主不可逞强，无妨，区几个神功境7、8重的蝼蚁而已。这是体质异性，居然是特殊体质，此子断不可留，出手。老二拦住他们。老五、老六，你们一起上，速度解决了那小子。怎么可能？老五、老六可都是神功境7重，居然被一击灭杀了！该死，此子居然如此妖孽！轮到你们了！小辈猖狂，不要以为出其不意杀了老五、老六，就可以不将我等放在眼里。说到底，你也不过是区神功境1重而已。神功境法器吗？正好试试我的神通。神通鳌龙卷。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吴长老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，不然我们都得……我操！
人呢？他早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早晚会送他下去陪你的。小辈猖狂。情况不对，老二，我们先撤。两位长老如何了？可惜让他们跑了。无妨，跑了就跑了，眼下还是先拘了灵脉，尽快返回宗门吧，实则生变。好，给我烧！灵脉已经收取，走吧，回青云宗。杀我宗长老，夺我宗灵脉，难道想就此离开吗？不好，撕裂空间，来者是踏虚境强者。最后说一句，就鸡姑叫我推荐转转。长老，夺我宗灵脉，难道想就此离开吗？不好，撕裂空间，来者是踏虚境强者。随着禽兽发动破妄神通，关于眼前之人的信息不断浮现在他眼前。少主小心，此人很强。神功境一重，小辈就是你杀了我紫炎宗几位长老。童子将中品灵脉全部兑换成修为。灵脉由于开采过半，现价值200万中品灵石，全部兑换修为，修为提升中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神功境6重。神功境6重嘛，也够了，就算不能击杀对方，全身而退应该不成问题。小辈，本座念你修行不易，给你个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你以道心起誓，成为我紫炎宗的战奴，本座便留你一条性命。爹，太嚣张了，这是羞辱，赤裸裸的羞辱。宿主，本系统决定了，给你贷款50万上品灵石，将修为提升至踏虚境巅峰，捏死这渣渣。等等。童子提升到踏虚境巅峰，用不到50万上品灵石吧？应该只要47万多上品灵石而已。2万多是利息。好吧，带了。宿主负债50万上品灵石，修为提升至踏虚境巅峰。想让我当战奴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了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待本座将你擒下带回宗门，种下奴役。我操！完。我操！小辈，你隐藏了修为，是不是隐藏修为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哼，试试就是试，本座还能怕你一个小辈？该死，好苦，记性完犊子了。小辈死吧！呵呵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。我操！踏虚境强者就这么死了。老二，你打我一下，看看这是不是真的？哎呦，老二你下死手啊！痛就说明不是幻觉。两位长老，我们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对，是该马上返回宗门了。好恐怖的天赋，咱青云宗出怪物了。这就回来了，好快！他虚境强者的手段果然强大。宗主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你好好说话，本宗主不好好的站在这。好了，说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？你们杀了紫炎宗3个神功境，一个踏虚境？不是我们，是少宗主一人杀的。我操！兽儿，你……父亲，现在紫炎宗死了几尊强者，恐怕要发疯了，你还是要早做准备。确实要做准备。大长老，你传本宗令，召回在外所有弟子和长老，本宗要上紫炎宗讨个说法。宗主英明。父亲，我想去宝库一趟，最近修为突破需要不少灵石。没问题，需要多少尽管拿，只要你修为能够突破，就算搬空宝库也无所谓。多谢父亲。系统，我要充值。爹，马上为宿主充值。爹，宿主成功充值几百万上品灵石。宗主，青云宗欺人太甚，杀我宗几位长老，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。不错，青云宗那小畜生不知是何种体质，竟能在神功境1重杀神功境8重如砍瓜切菜，如此妖孽，绝不能留。不错，此子必须死。神功境1重就有如此战力，若是突破到踏虚境，岂不是要无敌玄州？趁其还未彻底成长，请出踏虚老祖将其扼杀。好了，此事本座已有打算。吴长老，先召回在外的所有长老和弟子，防止青云宗袭击。宗主，难道不用请出踏虚境老祖去灭杀那个小畜生吗？本宗自有打算。吴长老，你只管召回在外的宗门长老便是。是，宗主。其实百里长空第一时间就请出了老祖前去截杀，只是看着手里粉碎的魂牌，他知道明显截杀失败了，就连百里魂老祖都已经陨落。怎么样，百里宗主考虑的如何？
百里长空，你身为一宗之主，对玄州的情况应该清楚。玄州明面上是3族鼎立，实际你我都清楚，3宗之中青云宗的实力最为强大，已经压过你我2宗。现在再加上秦无敌那个儿子，要不了多久，玄州就在无我们立足之地，将要传承不绝，就必须先灭了青云宗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这样的道理，百里宗主不会不清楚吧？好，我同意了，合你我2宗之力，屠灭青云宗。2大宗门开始大量召回在外的长老弟子，这一变故很快就在玄州上引起轩然大波，大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。这才是仙2代的生活啊！少宗主，他们说你杀了紫炎宗好几位神功境长老，是真的吗？神功境而已，杀几个很难吗？努力修炼，往后你们也能达到。真的吗？我们也能修成神功境？就在众多弟子长老大量返回宗门为大战做准备之际，禽兽却显得十分悠闲。早在几天前，他充值宝库的100万上品灵石后，除了偿还系统债务外，还将修为提升到了悟道境2重。在这最强只有踏虚境低阶的玄州，他早已无敌。柳青青，他来这做什么？秦少宗主还真是休闲啊，自己惹了这么大的事，竟然还有兴致在这享受。柳师姐不也是很闲吗？还有时间来我这串门？哼，宗主命我来传话，要你即刻前往宗门广场。几天时间，想来紫炎宗在外的长老弟子也该回来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一锅端了。9尊踏虚境、神功境强者也有不下100名。父亲，你这是掏老底来啊！臭小子，宗门大战和个人争斗不同，等下要是真打起来，你自己小心一些，老子可顾不上你。你照顾好自己就行。你个臭小子，可不要太过轻视紫炎宗。虽然你杀了他们一个踏虚境老祖，但紫炎宗内踏虚境可不止一个。宗主直接打进去，还是不用？他们来了。秦无敌，想不到你还真敢来我紫炎宗。为什么不敢来？你紫炎宗先是上门设擂挑衅，输了灵脉后又搞小动作，被反杀后更是派出踏虚境的老古董出手截杀我儿。本宗前来讨个说法。好一个讨说法，不过就怕你没这个实力，出来吧。黑煞谷，哼，秦无敌，你也不要怪本座，青云宗发展太快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玄州将再无我们2宗立足之地。秦无敌，本座承认，你青云宗确实比我们2宗任何一宗都要强大，可面对我们2宗联手，青云宗也只有覆灭意图。不过冤有头债有主，如果你将你儿子交出，本座也可以让你青云宗免遭劫难。我教你奶奶，给本宗死！父亲，还是让我来装。嘿，让我来吧。小子，就是你杀了我宗几位长老吧？果然是个天才，不过可惜你很快就会死了。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。我操！怎么可能？踏虚境2重，一掌就拍死了。该死，这是什么修为？紫炎宗和黑煞谷的踏虚境强者无不惊骇，他们和百里长空一样，都只不过是踏虚境2重，对方能够一掌拍死百里长空，自然也能一掌拍死他们。快逃！现在想逃太迟了。我操！早知你这么厉害，还大费周章做什么？你自己来不就行了？禽兽没理会大家的震惊，开始打扫战场，从破碎的空间中狙出许多宝物。父亲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杀！弄死他们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宗主死了，长老死了，太上长老也死了。青云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力量？这紫炎宗果然富得流油啊！卧槽，好大一条大黑耗子！你才是耗子，你全家都是耗子！竟然是只会说话的狗子。不过你胆子不小啊，竟然浑水摸鱼来此盗宝。本座给你个机会，将偷拿的宝物留下，我便放你离去。什么你的我的，凡是进了我口袋，那都是我狗爷的。拜拜了您嘞！想走哪有那么容易？拜拜了您！这狗子是什么品种？妖族还是？还有那方石台，居然打破我的道纹封锁，至少也是一件大能器。
臭小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我刚感受到这边有战斗波动。没事，一只大耗子而已。这是紫炎宗宝库，你收着。这臭小子，要不这宝库还是你先收着吧。不用了，宗门也需要资源维持，不然下个月发不出俸禄福利，父亲你就闹笑话了。啊！宗门储存的资源不少，上品灵石都有100万，足足堆成3座小山，怎么会发不出俸禄？这里就交给父亲和诸位长老了，我去黑煞谷走走。紫炎宗联合黑煞谷意图吞并我青云宗，却不知我早在系统的帮助下成为悟道境强者。面对两宗联合，我直接一人镇压全场。也不知道谷主他们进行的如何了。以我黑煞谷和紫炎宗联手的实力，就算青云宗再强大，也翻不了天。好了，都安静，召集谷中玄丹境以上的弟子，待谷主传回消息，便即刻前往青云宗接收资源。是太上长老。不好了，谷主他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是谷主传回消息了吗？是，谷主的魂牌碎了，还有长老、太上长老们的魂牌全都碎了。黑煞谷联合紫炎宗妄想图谋，罪不可恕，今日覆灭之。我操！好恐怖！青云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？我黑煞谷完了。发了，这次真是收获满满啊！童子，这几条灵脉加上这些战利品，一共价值多少？丁，马上为宿主计算价值。丁，由于灵脉经过消耗并被暴力拘拿，系统估算价值210万上品灵石，加上黑沙宗宝库和所有战利品，一共价值351万上品灵石。请问宿主是否立刻充值？果然，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啊！等我用这台相机记录一下这高光时刻先。啊，你换新相机了，旧的呢？卖了呀！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索尼相机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38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相机、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、投影仪和音箱之类的影音电器，转转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好了，可以全部充值了。定351万上品灵石充值成功。童子，打开系统商城，我要搞几件趁手法宝，下次碰到那条狗子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敢在小爷面前盗宝，不可原谅。我去，这也太贵了吧！一件地兵就要一个小目标，还是极品灵石。原以为坐拥300多万上品灵石的我，怎么也算一个小地主，结果就这。你以为地兵是大白菜呢？太便宜的话，再延几集你不就得杀青了？那粉丝还看什么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哦。宿主也不要灰心，本系统还有抽奖功能，10万上品灵石即可进行一次10连抽，奖品可能是任何物品，甚至有极大概率可以抽到圣兵、地兵，高风险高回报。10万上品灵石开启一次10连抽奖，有可能抽到地兵，还是极大概率。系统你没骗我。风浪越大越贵。那行，先来个10连抽。丁，宿主花费10万上品灵石兑换系统10连抽一次，恭喜宿主抽中10个系统的祝福，童子祝您出门撞大运。我尼玛，狗系统你是不是坑我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都说了高风险高回报，概率中奖。再说了，那可是地兵，哪有那么容易出？要不你多试几次。好吧，那就再抽一次。丁，宿主花费10万上品灵石兑换系统10连抽一次，抽奖进行中，恭喜宿主抽中10个系统的祝福，童子祝您出门撞大运。我就不信了，再来。丁，宿主花费10万上品灵石兑换系统10连抽一次，抽奖进行中。恭喜宿主抽中10个系统的祝福，童子祝您出门撞大运。靠，100次系统的祝福，你个坑爹系统，这就是你说的极大概率。不玩了。宿主别激动，鉴于你前面已经累积了100次系统的祝福，且是第一次参与，童子保你下次一定中。哼，我信你个鬼！我严重怀疑你在搞暗箱操作。本童子从不骗人，这次真的保中。行吧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丁，宿主花费10万上品灵石兑换系统10连抽一次。丁，恭喜宿主抽中战丁不祥之刃，恭喜宿主抽中圣级神通偷天换日。终于出货了。不祥之刃，挺级不祥，遇强则强，一刀破伤风，2刀剑祖宗，偷天换日，道天大圣所创神通，蕴含空间法则，抬手间可偷取神念范围内的一切物品，是当老六发家致富的必备技能。110万上品灵石能够抽到这2样东西，这波不亏。狗系统，看来你也没那么坑。随后，禽兽又花费50万上品灵石购买了一些适合自己的疗伤丹药，便将剩下的190多万上品灵石全部兑换成修为，成功将修为提升到了悟道境6种。真是不敢相信，青云宗居然灭了紫炎宗，还只用了1天时间。我前天还专门乘坐传送阵去了赤炎山脉，惨，太惨了！整个宗门连鸡蛋黄都一个一个被咬散了，甚至蚂蚁窝都被人用灵火烤了一遍。还有黑煞谷，据说有人见到赤背一只巨手拍没的，也不知是何等修为的人物，居然有如此手段。不管如何，从此以后这玄州便是青云宗的天下了。
哈哈，这青云宗总算没有丢了圣地的脸。圣子大人，圣人墓地还未出世，不如我们去青云宗看看如何？也好，本圣子也想看看这贫瘠之地有没有什么入眼的天才。悟道境修士。青天圣地，两位为何擅闯我青云宗？本座乃青天圣地长老，随圣子大人前来青云宗视察，速速让你们宗主出来迎接。哼！在下秦无敌，青云宗之主。两位道友是青天圣地来的。道友，你们也配称圣子道友？本座林征天，此次历练途经玄州，听说青云宗登上了玄州霸主之位，特来登门拜访。林征天是吧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两位的所作所为可不像是来拜访。大胆，敢直呼圣子名讳！这位道友是不是太过了？过了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吧。该死，你敢伤老夫！这次是林长老有错在先，本圣子不计较。道友下次若要动手，最好是先想想自己的宗门，毕竟区区玄州在圣地眼里不过与蝼蚁一般。若不是看在圣地面子，这老家伙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两位，我青云宗小门小派，玄州也入不了圣地的眼。若是没什么事，就不留你们吃饭了。哈，秦宗主，这么多年来，青云宗倒是出了个像样的天才。小子，本圣子很期待你上圣地的那天。你们跟我来吧。老祖宗秦无敌求见。进来吧。秦无敌拜见老祖宗。拜见老祖宗。小无敌，这个孩子就是你和我说过的禽兽吧？老祖宗慧眼，正是犬子禽兽。孩子，你很不错，小年纪就达到了悟道境，就算放在圣地，也是妖孽般的存在。老祖宗过奖了，侥幸而已。孩子，你现在一定很好奇，青云宗怎么会和一个圣地扯上关系吧？老夫是青天圣地3000年前的圣子，只因与人争夺圣主之位时落败，道基损伤，无望圣人，所以老夫离开了圣地，之后便在这玄州留下传承。老夫离开圣地之前，曾发下大誓，要培养出比自己当年更妖孽的天才，替自己上圣地再争一次。培养天才，再上青天圣地争一次。孩子，玄州太小，已经供养不起你了。想要追寻大道，达到更高的成就，就必须走出去。不过，老夫也不会勉强你，毕竟圣地竞争太过凶险，一不小心就会陨落。禽兽闻言沉默，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在心中沉思起来。确实，玄州太小，资源贫瘠，而青天圣地身为东荒的巨头之一，拥有恐怖的资源。一旦自己成为圣地，就有机会得到海量的资源，届时凭借系统就能轻易成就圣人，甚至是大帝。不过自己孤家寡人一个，虽然不惧林征天那个圣子，但对方背后必定有人支持。若跳出一个老怪物来对付自己，恐怕就有些危险。不过嘛，富贵险中求。好，老祖，我同意和你上青天圣地。好，不愧是老夫的后代，还是有些胆气的。你也不用担心，在圣地中，我们这一脉还是有几个老古董的。谁想以大欺小，我秦族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哦，老祖看向禽兽，眼中很是满意。他刚才也有试探成分，若是禽兽害怕，不敢上青天圣地，那他就会当即放弃。老祖，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圣地？不急，玄州还有一场大机缘，这个月内便会出世。青天圣地当代圣子出现在玄州，多半也是冲着他来的。大机缘？不错，玄州中藏有一座大圣道场，不到悟道境，进去多半要死。你的修为正好足够，若是夺得机缘，对你日后的成长有大帮助。这是那座道场的地图，只有前半部分，你好生利用。去吧。父亲，若真如老祖宗所说，1个月后大圣道场出世，必然动静巨大，很可能附近几个大洲的强者也会蜂拥而来。宗门若想置身事外，最好是封山。封山，这道场还未出世，就引来了林征天这个圣子，说不定暗中还有窥天境大人，甚至圣人都有可能降临。我们的修为确实太低了。大长老传令下去，按兽儿所说，宗门即日起封山。是宗主。父亲，你们只管留在宗门，大圣道场有我便可。四狗，你这阵法靠不靠谱？这可是花了老道的大半积蓄，要是不能传送进入道场，那就亏大了。死胖子，本王的阵道造诣出神入化，就算大帝都望尘莫及。区大圣道场禁制，随手可破。没想到大圣道场就在这流云山脉之中。不久之前，自己才从这取走了紫炎宗的一条中品灵脉，那时竟没发现丝毫异常。太初圣地也来人了。
有事？我家圣子让我来传话。大圣道场凶险异常，念在青云宗和圣地之间的渊源。道场开启后，你可以跟在圣子身后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圣子大人也能保你一命。呵呵，回去告诉你家圣子，秦某的安危不用他费心，让他还是关心好自己吧。若是折在道场之中，那就真成笑话。哼，不识抬举。一些人莫要以为有些许成就就能和圣子争锋，圣地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哦，圣地的底蕴。圣地底蕴确实强大，但不代表你能和本座阴阳怪气的说话。给你3个呼吸，滚！哼。这人是谁？竟敢对青天圣地的长老如此不客气！我也看不清他的修为，这个年轻人恐怕不简单，应该是某个大族的绝世天才吧。圣子，既然他不愿意，那便算了，一个不相干的人罢了。圣子大人还是太过心善了。哦，老祖传讯，确认了道场入口半个月后开启。啊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卖了。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正好我的旧手机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，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。没想到我那台 iPhone 14 Pro Max 还卖了4200多，而且转转连相机、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都能回收。总之，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大圣道场开启了。圣女大人，是青铜门道场入口开启了。大圣道场终于开启了，诸位道友，老夫先行一步了。这青铜门如此宏伟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童子，这青铜门值多少钱？青铜门与整座道场相连，由于只是普通材料，至价值10万极品灵石。我操！10万极品灵石！嘿！宿主，你个蠢货！这大门是用来稳固道场的，拿了后整个道场就会塌陷。那怎么办？你傻不傻？等把里面的宝物全部搜刮回来再拿，不是一样的？哦，童子，你还挺聪明。依照老祖宗给的半张地图，道场外围早已没有任何宝物，似乎很早就被搜刮空了。我现在只需照着地图前往道场深处即可。区区踏虚境阴魂，也敢觊觎我的血肉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哼，鬼鬼祟祟，给我滚出来！哟，这不是林长老吗？怎么藏头露尾？这是准备蹲我？小辈，你多次羞辱老夫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杀我！这把破烂匕首就是你的依仗。破烂匕首，玄州果然是小地方。想来你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圣兵吧？能死在圣兵之下，对你也是一种荣幸了。哼，区区残缺圣兵而已。神通五袍龙拳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这么强？还想逃？不，老夫是圣地长老，你不能杀我，让老夫离去，老夫保证圣地不会追究你。哼，大圣道场凶险万分，林长老陨落于此，关我何事？居然是圣兵！好，老夫不虚此行啊！小子，你想干嘛？滚开！区区一介散修也敢染指圣兵，撒手！看来来的真是时候，正好试试上次抽到的圣级神通偷天换日。这怎么回事？老夫的圣兵呢？圣女，这什么人如此可怕？以圣女大人的修为，居然都被人无声无息间抢了圣兵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好手段，我们走。这偷天换日神通果然好用，不愧是道圣绝技，无费吹灰之力就搞到2件圣兵。童子，这2件圣兵值多少灵石？经系统估算，2件圣兵共价值20万极品灵石，宿主是否需要立刻交易？这可是圣兵啊，才值这么点。什么叫才值这么点？要知道，兑换圣人境1重修为也只需10万极品灵石。好吧，那这样说还真不算便宜。四狗慢点，都赢我快累死了。你快点，被那2个东西追上，咱们可就死定了。叫你平时少吃点，你不听。小子滚开，不要挡道！小子滚开，不要挡道！卧槽，是你盗我宝物的大黑耗子！嘿！该死，小子，你想害死本王？无量你个天尊，道友，你有去死之道！我操！完了完了，这的鬼东西追上来了！小子，都是你，不然本王怎么会被追上？窥天境7重的阴魂，擅闯道场，盗窃。
情况不妙啊，死狗！这样下去我们死定了。听说黑狗血可以辟邪，快放蝎子他们！你个死胖子！我还听说童子尿可以辟邪呢，你怎么不脱裤子滋他们？这不前几天去教坊死，一下没忍住给破了吗？算贫道借你的，快放蝎子他们！等出去了，贫道给你多分半成宝贝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死胖子！小子，你别在那嗑瓜子了，我们死了，这两个鬼东西也不会放过你的啊！对对对，我们3人联手，定可以逃出升天。况且道场内的宝物已经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死了，内世界也会随之毁灭。道友也不想什么都得不到吧？只要道友助我们离开道场，贫道可以做主，分给道友一些宝物。宝物不宝物的不重要，谁叫我禽兽天生侠义心肠，自然不会让你们死在这。大胆邪祟，放开那只大黑耗子！吞了我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这小子好强大，居然能独自镇压亏天境7重的阴魂。这居然是阴阳生死图，阴物的克星。好了，阴魂已经暂时镇压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快走快走。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比我们更早到达这道场最深处。那2具尸骸连好强大的压力，是圣兽师。老夫若是能得到1具，将其炼成战魁，凭借圣人的恐怖肉身，足以碾压所有窥天界以下的强者。交出宝物，让尔等离开。小子，你上！啊，对对对，我们2个刚才抵御阴魂，消耗巨大，已无力再战。确定要宝物？这位道友误会了，既然宝物被道友所得，小女子自然不会抢夺。不过，希望道友能如实告知，补天大圣是否在道场留下传承。补天大圣的传承？若是道友得到传承，小女子愿意付出同等代价和道友交易。禽兽，只要你交出传承，其他东西我可以不要。宝物？呵，那你们可要听好了。我操！这是窥天境阴魂。小辈，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们不是想要宝贝吗？阴魂脱困发出恐怖嘶吼，他们有些惧怕的看了禽兽一眼，随后裹带着滔天的煞气扑向林争天等人。快逃！好了，麻烦解决，我们走吧。对对对，快走！道友，出口到了。出口？就这狗洞吗？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狗洞怎么了？这可是本王辛苦破开的缺口。小子，既然你嫌弃，那为了证明此洞确实没有危险，本王和死胖子就先钻给你看。也好。嘿嘿。小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有缘再见。大黑狗很是得意，手中出现一个阵盘，一人一狗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，就要传送离开。我操！卧槽！本王的传送阵盘呢？2位，这是想一走了之啊！我操，这是道天大圣的神通，偷天换日！小子你误会了，本王只是想试试阵盘还能不能用而已。啊，对对对，试试阵盘而已。哦，是吗？我帮你们试试。没想到传送的还挺远，很好，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打扰了吧？那当然，这里远离流云山脉10万里，本王更是布下大阵，非圣人亲至，找不出山谷所在。那就好，打劫！我操，神什么打劫？没错，打劫，将身上的还有内世界里藏着的宝贝通通交出来。小子，你果然不是好人，心真黑。道友有话好说，其实贫道2人在道场也没得到什么宝物，最珍贵的就是这2具生死了。道友若是想要，贫道愿意将2具生死赠予道友，以报答道友救命之恩。2具圣尸太少了，我全都要。小子，你来真的！打劫！小子，你来真的！小崽子，道爷我行走天苍大陆，哪家的祖坟没光顾过，连一些古族大教都不敢得罪道爷。你小子最好不要让道爷知道你家祖坟在哪。小崽子，你欺人太甚，道爷我也不是你捏的。哦，圣兵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有。我操！怎么会？你小子手中居然也有圣兵！该死，这下完犊子了！死胖子，方紧扯呼！想走，晚了。小子，快放开本王！现在愿意打开内世界，交出里面的宝贝了吗？小子，你休想！本王就是死，让宝物随着内世界一同毁灭，也不可能受你威胁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？哦，是吗？那么希望一会你的骨头能和你的嘴巴一样硬。
小子，或许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我劝你善良。在我家乡，黑狗都是大补，出来这么久，突然有些怀念家乡的味道了。小子，你敢？你知道本王什么身份吗？哎，道友，别这样，有事好商量嘛。老实待着，等下分你一条狗腿。卧槽，死胖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小子，你在干嘛？记录一下你生前最后的样子，以后看不到了。哎，你这是换新相机了，旧的呢？卖了呀！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正好我的旧相机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，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。没想到我那台索尼相机还卖了3800多，而且转转连相机、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好了，小子，本王知道了，快放我下来。那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宝物到底交不交？夺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，本王宁死不交。很好，有骨气。烫死本王了！哎，我交，你放了我交还不行吗？这么快就怂了？我还以为你的骨头和你的嘴一样硬呢。废话，好狗不吃眼前亏嘛。拿来吧。好了，本王所有的宝贝都交出来了，你快放了我。我听说道场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传承来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停，熟了，是本王忘记了，确实还有一个传承。补天术，这就是补天大圣的传承。没错，这就是大圣道场的传承。现在我所有宝贝都交出来了，你快放我下来，不然真的要赎了。哦，要赎了吗？小子，你干嘛？我是让你放我下来，你给我翻个面是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有点顺手了。不过你先等会。胖子，你怎么说？要不要和他换个位置？道友别开玩笑了，贫道这就给。贫道的积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人生嘛，哪有一帆风顺，总会遇上一些挫折的。宝贝没了，还可以再赚，只有经历过风雨，才能见到彩虹。加油，奥里给！喂，说完了没有？是不是该放我下来了？说好只是打劫，你该不会想着杀狗越货吧？放心，行有行规，我们做悍匪的也是十分讲信用的。好了，下次出门小心点，黑狗可是大补，不要被人抓去炖了。天杀的小子，从来只有本王打劫别人，不要让本王找到你家，不然祖坟给你扬了。杀钱刀的小崽子，道爷的宝贝。卧槽，我的青铜门呢？我的10万极品灵石啊，哪个不长眼的给老子搬走了？我浑身难受。这位道友，有事？道友不要误会，小女子只是想知道道友可有得到传承。青羽师妹，何必和这种小地方的垃圾多费口舌，直接抢来就是。青天圣子真是好威风啊！你这是打算动手抢？想未尝不可。将道场内得到的传承交出来吧，不然，找死！那件圣兵果然是他。想不到玄州这种小地方真能诞生你这种天才，但圣地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。今日本圣子便斩了你。圣人韩师叔，我年轻人，你很不错。前辈妙赞了，侥幸而已。只是前辈出手，难道也想争夺所谓的传承？呵呵，大圣传承一门神通而已，虽然很不错，但还不至于让本座不要颜面的出手。韩师叔，这好了，征天，身为圣地圣子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没有面对失败的勇气。若是因为一些小挫折就失了道心，你也不配做青天圣地的圣子。师叔教诲的事，是师指错了。年轻人，本座期待你上圣地的那天。秦道友，等等，我说过了，并没有在道场得到什么传承，还是说你也想动手抢一下？既然道友不愿割爱，小女子自然不会再强求。此来只是想告知道友，3个月后蜂王殿将会开启，希望道友不要错过。蜂王殿？不错，蜂王殿乃是天苍大陆一处公开的机缘，500年开启一次，凡是年龄在1000岁之内，修为达到悟道境的修士都可进入。天赋强大、战力逆天之人，通过考验后可获得自身的王者封号。此外，蜂王殿还会赐下一份机缘。原来如此，
哎，道友是不是觉得蜂王殿的机缘无足轻重？难道叶姑娘身为太初圣地的圣女，也看重里面的机缘？普通机缘自然看不上，可若是里面有成帝的机缘呢？我操！什么成帝的机缘？叶姑娘，秦某书读的少，你可不要骗我。这只是小女子从长辈那里听来的，至于是不是真，小女子也不清楚，因为从未有人能够得到那个机缘。不过秦道友战力强大，能力压临争天，何不去尝试一番？就算没有成帝机缘，得到一桩小机缘也是不错。多谢叶姑娘告知，蜂王殿我会去的。既如此，秦道友，我们蜂王殿见，告辞。按照叶青雨的描述，蜂王殿难道真有成帝的机缘？不过蜂王殿只能是悟道境的修士才能进入，这倒是一个问题。这次大圣道场之行可谓是大丰收，光是圣兵就有4件，此外还有2具圣尸以及数不清的灵石和各种宝贝。若是用来提升修为，恐怕就进不去蜂王殿了。现在看来，提升实力的时间得推迟一下。也好，正好可以给几件圣兵找个好买家，卖给那些古族大教，肯定可以得到比系统回收更多的灵石。宿主的算盘打得真响，不过筒子这里才是最安全的交易方式，宿主小心被那些大教黑吃黑。臭小子，大圣道场之行没遇到什么危险吧？还好，没有缺胳膊少腿，不然我还得重新练消耗。这好多资源，臭小子，这都是你在道场中得到的？算是吧，这些资源应该够宗门发展一段时间了。你是说这些都留给宗门？那你怎么办？放心，这些资源对我作用不大，我手中还有更好的东西。父亲将这些资源分配好，宗门以后或许能出悟道境的强者，往后我不在宗门也能稍微安心一些。既如此，那为父就不客气了。小子，到禁地来。老祖找我。老祖，你找我。这是大圣道场的青铜门，不错，看你对这个有兴趣，老祖就给你拔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老祖出手了，多谢老祖。貌似当时自己还骂了一句你个不长眼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老祖听。好了，老祖叫你来，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事。老祖请说。大圣道场机缘已了，你小子也得了不少好处，安排好宗门和自身的事，我们1个月后出发去青天圣地。好，那我安排好事宜，1个月后来接老祖。不必如此麻烦。这棺椁内躺着老祖我的肉身，至于老祖我的魂体依附在棺木上便可。你将棺椁收入内世界即可。是，老祖。圣女大人，那个家伙对你如此无礼，为何还将蜂王殿开启的消息告诉他？没错，那家伙仗着有些实力，就敢对征天圣子出手，简直不知死活。愚蠢！秦公子出自玄州这种小地方，能够凭借自身天赋崛起，又怎会简单？从他能力压临征天来看，战力已经达到圣子级别，甚至尤胜一筹。这种妖孽，尤其还不是圣地弟子，难道还不值得交好？可是圣女，你们记住，圣地虽然强大，但并不是没有对手。天苍大陆无数年来，同样有陨落的圣地古族，可以自傲，但不可自大。是圣女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征天，你是说那个小地方的宗门出了一个天才，连你都不能镇压？那人体质异常强大，不输我的至尊战体，而且我看不穿他的修为，但可以肯定比我境界高。还有这次大圣道场内的机缘，多数都落在他手中。泉州那种小地方，资源贫瘠，怎么会诞生那种天才？难道真是便说韩立师弟？确实如此，那个年轻人修为已经达到悟道境6重，比起征天还要高出3个小境界，并且我观他的体质，很像是历史上的一种体质——荒古圣体。我操！什么荒古圣体？这不可能！荒古圣体每成长一步，都需要海量的资源堆积，贫瘠的玄州根本不可能养得起一个圣体，更不要说其修为比征天还要高。韩师弟，你确定吗？我见过他施展异象，阴阳生死图、先亡灵9天，还有那恐怖的血气，不会有错。既然你能确认，为什么不直接将其镇压？难不成真要让他回归圣地？那个年轻人说到底和圣地渊源不浅，一旦回归，对圣地也是好事。况且那位可是还活着，你要我当着他的面诛杀他的后代？那位齐羽吗？哼，一个废人罢了。我摄人境界，即便还残喘于世，那又如何？可你不要忘了，秦族在圣地内还有人。那2个老古董吗？哼。韩立虽然身为临征天的护道人，但他早就看不惯圣地中派系间的争斗。对他来说，谁当圣子都一样，只要禽兽有那个实力。可恶，荒古圣体竟然是荒古圣体！体质虽然强大，但并不代表一切。你的战体也不比荒古圣体差。这段时间你好好潜修，3个月后锋芒殿开启，他应该也会去，你们还有碰面的时候。等锋王殿开启，我一定要镇压他，让圣地所有人知道，我才是新天圣地的圣子，一个乡下来的野路子，只能是野路子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1个月后就要前往青天圣地，走出新手村了。现在手里有5件圣兵，大能重器近10件，极品灵石40多万，这些东西足够将修为提升到圣人境界，甚至要是发狠，完全可以放弃修为，兑换出1尊灵石准帝做自己的打手。只要青天圣地不是所有人都想弄死自己，这些资源足够应付到蜂王殿开启前了。时间转瞬即逝，这段时间禽兽偶尔抽空指导柳青青修行，算是给宗门培养一个继承人。空闲时找秦无敌喝茶，顺便还在系统中花费5万极品灵石兑换了一份护宗阵法，五行剑阵和诛杀飞天境5重以下的所有修士，非圣人亲至难以攻破。这一次离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了。老祖，宗门已经安排妥当，我们可以动身前往青天圣地了。安排好了，那就出发吧。臭小子，终究是翅膀硬了，走都不通知一下老子了。小子，你就这样跟老祖去青天圣地，难道不怕？怕，不过老祖说的对，玄州已经供养不起我了，只有到外面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。那里就是青天圣地了吗？好浓郁的灵气。青天圣地，时隔3000年，老夫终于再次回来了。何人在此停留？窥视我青天圣地。小子，圣地千里之内不可停留，若是无事，便速速离开。哦，这是想让几个小喽啰来给我一个下马威？小子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让你滚！青天圣地不欢迎。青天圣地不欢迎什么？小子好胆！小贝，你就是那什么青云宗来的吧？莫不是在玄州那种小地方称王称霸久了，认为有些实力就可以不将圣地放在眼里？就凭你伤了他们，本座现在就可以诛杀了你！怎么会？自己可是货真价实的魁天境大能，虽然只是威亚，但也不是一个悟道境可以轻易抵御的。小子，看来有些人不希望你来这里啊，让老祖出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见了我是不是也拦着。好舒服，我的伤似乎都好一点了。好浓郁的生命气息。小贝，你连棺材都准备好了，也罢，将这棺材交给本座，本座便原谅你打伤圣地弟子的罪过。白种，你想要老夫的棺材吧？你是秦羽圣子？流氓，3000年不见，想不到你还认得我，怎么想要我这副棺材？哈哈，既然是师兄的棺材，师弟自然不敢染指，毕竟以师兄这副状态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上。我用不用得上，这个就不需你关心了。现在马上滚开，不要耽误老子回圣地。秦师兄回圣地，师弟自然不敢拦着，只不过这小辈无故打伤我圣地弟子，若是不给个交代，圣地威严何在？滚开！好了，碍事的没有了，我们走。老祖牛逼！圣地就是圣地，灵气都要凝成雨水了。和这里一比，青云宗简直就是大国里的小村子。还有那些灵兽，这么温顺，应该很好吃吧？圣地中灵兽很多，但大都是长老和弟子驯养的。你小子不要嘴馋，不过确实好吃。陆道，3000年不见，想不到连你都成圣了，怎么刚才让人阻拦不成，现在准备亲自动手？呵呵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在圣地休养。圣地和3000年前不一样了，一些不可能的事，最好就不要想了。你就是那个荒古圣体吧？圣地不同于玄州的小宗门，做什么事之前要想好后果。老祖，这逼是谁啊？一个从小就喜欢装逼的家伙。走吧，前方不远就是我秦族庄园了。是秦羽师叔，拜见秦羽师叔。你们是阿大阿？是我们，师叔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阿大阿，圣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秦羽师叔，他们是不是刁难你了？回答我，圣地是不是出事了？怎么只有你们2个，其他人呢？师叔，你竞争失败，离开圣地之后，我们这一脉就时常遭到打压，很多强者都被派去镇守重地或者探索禁地。3000年下来，有好多师叔师伯，甚至还有几位师叔祖都陨落了，不是镇守之地遭受袭击，就是探索险地时莫名失踪。到现在，除了秦斩、秦煞2位老祖宗外，我们一脉连一个圣人境都没有了，门下弟子更是凋零。怎么会？他们好狠！2位老祖现在何处？2位老祖因为寿元问题，在师叔你离开不久之后，便闭了死关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才敢如此肆意打压。修士能到了闭死关的地步，那就说明寿元真的无多了，说不定再无出关的机会，甚至在闭关中作画都有可能。旁边的禽兽安静地看着，听着一桩桩变故，心中颇为震动。圣地这种大势力，果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派系间的争斗，连圣人都会陨落。
童子消耗灵石，将修为提升到悟道巅峰。定宿主消耗24000极品灵石，修为成功提升至悟道境巅峰。强大了不止数倍。原本进入蜂王殿之前是不打算提升修为的，不过目前秦族在圣地的处境不太妙，只好暂时提升一下。不过其实以这里的灵气浓郁程度，就算自主修炼，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突破。一不仙，步步仙，宿主也没什么好可惜的。圣地可是大户人家，宿主只要想赚灵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。实在不行，可以先将圣兵交易。童子这次给你11万极品灵石一件。停，打住！果然是黑心童子，之前还想10万极品灵石收自己的圣兵。不过蜂王殿就要开启了，届时风云汇聚，各个势力的强者都会赶去。说不定就可以在那里碰到个冤大头。哼，据说那个玄州来的乡下人已经在秦族庄园住下了。哼，一个小地方来的而已。依我看，我们直接找上门，将其废了就行。不错，林远师兄你怎么说？也好，诸位师弟，明日便随师兄我一同前去，看看那外宗之人到底有何本事。寻仙道长，是林道友啊，道友深夜来此，可是又是找贫道。不瞒道长，林某来此确实有事想要道长帮忙。哦，道友身为圣地年轻一代的天骄，还有什么事是自己不能办到的？不瞒道长，圣地近日来了一个外宗之人，想请道长帮忙推算一下他的运道。哦，此人修为如何？应该不超悟道境3重吧？得，悟道境3重嘛，这个修为已经超过了贫道，想要推算不容易，最少需要见过此人后才可以。这个容易，道长明日随李某去见便可。李某告辞。这么眼力见，看不出来道爷不想办吗？强行推演比自己强的修士，可是会被反噬的。眼前这人正是第10级被禽兽打劫的寻仙道长。自从上次被洗劫之后，他就来到圣地不远处的一座村庄，准备取出一些藏着的宝贝。谁料刚到此处，就见到林远这个家伙从自己的藏宝地出来，结果不言而喻，他被偷家了。为了自己的宝贝，他这才假意和对方结交，想找机会将宝贝弄回来。可恶，都怪那个悍匪，叫什么禽兽士吧，千万不要让道爷再碰上你，不然让你尝尝道爷的霉运神术。老祖找我。喂，老祖。禽兽，本老祖接下来要在圣地闭关一段时间，恢复实力。你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就找秦大、秦二他们。好的，老祖，我知道了。哇，宿主你换新款苹果了。我这是2手的，像我这样精打细算的人，生活中会选择2手手机，省下来的钱够我再升好几级了。哦，那你在哪里买的？划算吗？我在转转上买的，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很划算。我这苹果15支花了3300，就比16少了个拍照键，却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2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其他品类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，我推荐转转。哪位是禽兽？林远师兄前来拜访，速速出来相见。怎么突然感觉有些心神不宁？禽兽？哪个禽兽？就是昨日和道长说的那个外宗人。你们找我？我操！哦，是你！1月不见，道友似乎又得了不少宝贝啊。寻仙道长，你们认识？见过一面不熟。寻仙道长，哼，道爷名叫李寻仙。哦，你们找秦某有事？呵呵，听闻秦兄天赋惊人，在玄州那种小地方都能修成悟道境。叶某特意前来，想与你切磋论道一番。林师兄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？只有将他教训一顿，他才会明白小地方的修士和圣地弟子间的差距。教训我！我操！你该死！快放了吴师弟！哦，不是要教训我，就这实力，你找死！急眼了！啊！一件圣兵，一件重器，还不错。果然又是这诡异的神通。怎么会？该死！将我的圣兵还来！什么你的圣兵？那是我刚捡的野生圣兵。你该死！师兄不可，吴师弟还在那边。呵呵，雕虫小技。怎么会？他怎么会这么强？小子，我劝你不要自误，圣地不是你可以横行的地方，圣地还有比我等强大的天骄，圣子一出关必定会镇压你。哦，圣子林争天吗？不错，圣子身为我青天圣地最强大的年轻领袖，修为比我等强大100倍，一旦出关，镇压你轻而易举。哦，那就等你家圣子出关来找我吧。该死，我的储物袋还有内世界的宝贝，是你们乖乖交出来，还是要我强行动手搜刮？你敢？由于实力差距悬殊，禽兽完全可以强行破开他们那世界的空间。
小畜生，你好狠毒！初来圣地就敢横行霸道，残害圣地弟子，心思这般歹毒！现在马上跟本座前往戒律殿。林苍，我秦族的弟子，还轮不到你来管教。秦大、秦二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个不要脸的，要抓我秦族弟子，还问我们什么意思？此子残害圣地弟子，打伤我儿，更是抢夺法宝，如此行径，本座拿他前往戒律殿，也只是为了维护圣地威严。难道你二人是要包庇于他？呵呵，你儿子自己技不如人，还上门找事，现在只是帮你教育一下而已，免得出到外面还这样不知死活，到时候丢脸的就不只是你了，还有圣地。你。怎么，李逵还想动手？来，老子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，今天不拼个你死我活，谁也别想离开。够了，尔等身为圣地长老、地方殿主，为了弟子间的事针锋相对，成何体统？此事到此为止，速速散去。是，我等谨遵圣令。圣人，哈哈，不用担心，圣人自持高贵，不会对你动手的。多谢两位。我们比你大不了多少，也就吃长个3000岁而已，随便叫声师叔就可以了。那就多谢两位师叔了。师侄客气了，那几颗崽子，如果不是师叔不适合出手，早就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了。现在你也算是替师叔出了口气。不错，你小子干得漂亮，就是有些心思了，下次有机会记得下手重些。是，好家伙。寻仙道友，这么着急走干嘛？再怎么说也是老朋友了，不留下来叙叙旧。嗨，那个贫道家里还有事，养的狗今天还喂喂呢。喂狗啊？对，道长怎么会在圣地？难道是圣地弟子？道友说笑了，贫道一介散人，又怎么会是圣地弟子？哦，那就是来圣地盗墓的了。盗墓的。道友莫要胡说，贫道只是圣地的客人，真不是来盗墓的。真不是。那好吧，道长请便，秦某还有事，就不留你吃饭了。哦，好，贫道不饿。小师侄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师叔就先走了，以后有麻烦直接捏碎这个，师叔就杀过来帮你撑场子。好的，那就多谢两位师叔了。死胖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慌慌张张的。死狗，这圣地不能待了，赶紧跑路。什么情况？你被偷家的宝贝不要了？如此，这般。我操！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怎么到哪都能碰到这个煞星？快跑！一场风波过后，禽兽的威名也在圣地传开。一些原本还小看他、想着整麻烦的人，听闻林远几人的惨状后，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所以，接下1个多月，禽兽都在平静中度过。凤凰殿要开启了，也不知道圣地强者中谁可以获得王者封号。圣子肯定可以，他虽然修为不及一些师叔，但至尊阵体战力逆天，想要获得封号不难。前些时间秦族一脉那个新来的可是战败了林远师兄，你们说他会不会参加凤凰殿？凤凰殿是悟道境强者的盛会，那个人应该会参加，不过想要获得封号恐怕不太可能。不错，他虽然战败了林远师兄，可林远师兄只是悟道境1重而已，若圣子出手，一定轻松镇压他。悟道境5重，地心也有所进步。此次封王殿，等圣子一定可以大放光彩，成为封号王者。还有禽兽恒，差不多3个月时间了，封王殿也快开启，是时候出发了。天一、秦阳，快见过你们禽兽师兄。见过禽兽师兄，客气了。这是秦族一脉年轻一代最强的2人，这次也要去封王殿。师叔想你在力所能及之下照顾1、2，若是遇到应付不过来的，可以摇师叔3个呼吸内杀到。好，没问题，师叔放心。那好，你们出发吧。封王殿所在的天柱山距离圣地有些距离，不要误了时间。禽兽师兄，听说你之前绑了林远他们几人，是不是真的？没什么，就是和他们切磋一下而已。切磋，只是有些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还没有留下他们内世界的宝贝，就被缴获了。凤凰殿这次贫道说不定也要为自己弄一个封号了。封号而已，只有你们人类才追逐这些虚名。本王来此，只为里面的成帝机缘。这就是天柱山了吗？不错，这就是天柱山。封王殿每500年就在此开启。卧槽，又是这个煞星！两位这是要去哪儿？怎么不想见到秦某？哈哈，你误会了，狗爷我只是站得久了，腿有些麻，活动而已。啊，对，活动。禽兽师兄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堂堂悟道境，变了师兄居然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。那是太初圣地和青天圣地，想不到2大圣地居然同时到来了。
圣子就是他，那个禽兽，他不但打伤我和林远师兄，还抢了我们的圣兵和储物袋。你们放心，待师兄我从蜂王殿出来，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抢走的圣兵，自然也会跟你们要回来。禽兽道友，几月不见，道友风采更甚了。还要多亏圣女告知蜂王殿的消息，不然秦某恐怕就要错过了。那个小子是什么人？派出圣帝圣女，居然主动上前和他攀谈，看样子聊得还挺愉快。切，不就是长得帅了一点，和屏幕前的彦祖没一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等蜂王殿试炼开启，定让他好看。禽兽师兄，你和太初圣地的圣女相熟？见过一面，不熟。哎，小子，这女娃娃不错啊，长得漂亮，又是圣女，你赚了。要不去太初圣地做上门女婿算了，到时候什么资源没有。嘿嘿，四狗说的对，贵府县中球贫道看好你。罢了，2个提款机而已，就不和他们计较，等养肥了再说。蜂王殿开启了，哈哈哈！本虾这次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王者封号。本王直觉，这里面一定有大宝贝，说不定真有成帝的机缘。死胖子，你给本王算算，看本王能不能得到这个机缘。四狗，你不要乱来，被人镇杀了，别怪到爷魔提醒你。本王凭自己的实力也可以得到机缘。我们也走。欢迎诸位来到蜂王殿。欢迎诸位来到蜂王殿，老朽是蜂王殿的殿灵，负责诸位的蜂王试炼。若他是蜂王殿的器灵，那这蜂王殿本身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啊，能够化形并且自由离开本体，就算大圣兵都做不到吧？这得值多少极品灵石啊！诸位来到这里，想必都是为了殿中机缘而来。不过老朽事先声明，这次的试炼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诸位若是决定了，那便请进吧。禽兽，这次本圣子不会再输给你，我们走。禽兽道友，我们先走一步。我们也进去吧，里面情况一切未知，你们自己多加小心。禽兽师兄放心。试炼开始，击杀你的对手，或者放弃。放弃后可传送出这片空间。哦，悟道境9重的战斗幻影。想不到斩杀这些幻影，居然还有能量反哺。2个窥天镜1重。4个窥天镜2重。我去，又来8个窥天镜3重，怪不得电灵说这个试炼会有生命危险。要是一直这样叠加下去，别说那些古教圣地的天骄，就是天王老子来都得挨2个大逼斗。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另外的空间中，一起进入试炼的众多天骄们都在与战斗幻影对战，他们面对高出自身1-2个小境界的幻影，也能轻松应对，短时间都能将其斩杀。再杀几个，反哺的精气就足够我突破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逐渐有人开始感到吃力。随着幻影数量叠加，境界也越加强大。面对围攻之下，一些战力相对较弱的天骄还是无法坚持。有人果断放弃，被传送离开；有人则在犹豫间，有更多幻影一拥而上，斩杀当场。该死啊！这是什么鬼试炼？太他妈变态了！这位道友，你能活着出来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看那边，我操！道友，你闯到了第几轮？第6轮。第6轮啊！那我们一样不知道叶圣女和林争天能坚持到哪里。以2大圣地的底蕴，想要摘取属于自己的封号，应该不难吧？还有那个看起来和叶圣女很熟的小子，居然也还未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在里面了。给我震！不能借助法器斩杀60几个窥天镜8重，确实有些吃力。在这试炼空间中，没有灵气可以汲取，也只能靠丹药来恢复。好在之前打劫大黑狗和老道士还有一些丹药存货，不然就只能从童子那里高价买。
又来。年轻人，恭喜你通过蜂王试炼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是现在离开试炼空间，可以获得属于自身的王者封号，还有1份机缘；二是选择继续通过最后一次试炼，有机会获得准地以上的传承。准地以上的传承，看来蜂王殿里面有成帝机缘是真的。试炼者，你有实习时间决定，实习过后将被传送离开。我接受最后的试炼。还剩3人马，不知谁能走到最后。这个年轻人很不错，荒古圣体啊，有多少年没在天苍大陆出现过了？或许他能继承那位大人的衣钵。此子天赋不错，不过看起来不太聪明。这个女娃娃上课，重头戏要来了。荒古圣体，这是我自己。试炼者最后一关，战胜自身，你就可以获得传承的资格。战胜自身。你不可能战胜我！你所拥有的荒古圣体、古天术、遮天手印乃至其他的神通，我同样拥有。我就是你，给我死！好狂！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冒牌货到底如何杀我。结，我天术我也会。结，你输了。没到最后，不要这么早下结论。我有整个空间作为支撑，身上的精气能量无穷无尽，而你再耗下去，恐怕连保持现在的战力都无法做到了吧？你和其他人一样，都只是一个失败者，不如就让我代替你去外面的世界吧。取代我？不错，杀了你，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禽兽。复制体眼中满是贪婪之色，话落，他身形闪现，再次暴冲向前，就要和禽兽一样。这小子！神秘空间中，电灵看着疯狂对攻，丝毫不在意受伤的禽兽，脸色有些变化。他总觉得禽兽在憋什么大招，而此时的林争天和叶青羽则依旧在和那些普通的幻影战斗。结束了，既然注定陨落，你再挣扎也是无用。确实该结。怎么可能？你这是什么秘法？居然能让你的气息瞬间暴涨数十倍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你只是一个冒牌货，给我灭！我操！不，我不可能输！终于搞死了，此法还不成熟，以后还是少用为妙。试炼者，恭喜你战胜了自身，试炼结束，你有接受传承的资格。传承？这是苍穹大帝留下的石碑，里面有他留下的传承。苍穹大帝，苍穹大帝乃是100万年前的一尊大帝，2次正道，战力逆天，曾君临天苍大陆10万年，在晚年之际，更是以一己之力打穿还未降临的仙门，踏入上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也是荒古圣体，和你一样的体质。荒古圣体，2次正道，晚年更是以一己之力打穿仙门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去吧，传承就在眼前，用神念接触即可，能不能得到就看你自己了。苍穹大帝吗？你来了啊！你认识我？以后你自会知晓，本地古苍穹。这居然是天地经，地经在系统那里可是需要数亿极品灵石的，不愧是大帝传承，这波血赚！多谢苍穹大帝前辈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离开前，外面还有一份小礼物留给你。小礼物。
我操！这是一门操控之法，而操控的对象居然是2尊一重天关的准地傀儡。准地啊，那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有了这2尊傀儡，我岂不是可以在天苍大陆横着走了？以后打劫，嘿，以后赚灵石也能更快了。就让我试试这操控之法，看是不是真的吧。圣子怎么还没有出来？难道是在接受传承？还有那个姓秦的小子，他好像也没有出来。禽兽，那个该死的家伙，怎么能和我们圣子比？没有出来，应该是死在里面了。不错，肯定死在里面了。这些人，那个禽兽怎么他们了？呵呵。什么情况？会不会是圣子他们有人得到了传承？林师兄说的对，一定是圣子得到了传承，才会出现这种变故。此狗有大变故，我们小心一些。是圣子出来了。圣子师兄，刚刚是不是你得到传承了？传承？什么传承？这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没有得到传承？林争天脸色十分难看，他在里面和幻影厮杀，好不容易耗死了所有对手，正准备等着接受传承，谁想一个转眼，居然给他传送出来了。可恶，又是那小子！成帝机缘，成帝机缘啊！这就是准地境界的傀儡，不错不错，有这2尊傀儡充当护卫，隐藏在空间中，以后自己万一遇到什么意外，就可以随时出手。之前为了这个蜂王殿一直没有提升修为，现在试炼结束，传承到手，也该将自身修为提升一下了。童子，我在。散下这些东西值多少灵石？定，马上为宿主估算物品价值。物品包含6件圣兵、2具圣尸以及青铜门加18件重器，外加其他杂七杂八的各种宝物。经本童子仔细计算，所有物品共价值1473200极品灵石。算得这么快，童子你确定没算错？偷偷吃回扣吧。宿主你不要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童子我是专业的，吃回扣那是3流系统才会干的事情。那好吧，立刻充值，全部给我用来提升修为。定，宿主成功充值1473200极品灵石。消耗145万极品灵石，修为提升中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圣人境4重。这是圣威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达到圣人境了？不过是大地传承的一些副作用而已啊！还有这种副作用？恭喜大人获得传承，修为突破圣境。老朽请求大人离开之时，能否将蜂王殿一起带走？带走蜂王殿？其实蜂王殿就是为帮助苍穹大地寻找传人而存在的。现在传承被大人所得，这个地方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电灵缓缓说道，眼中透出如释重负之色。当年他因为犯下大错，被那位大帝拘禁在此，替其看守传承将近100万年啊，他都要疯了。与其继续留着这里，不如跟随在大帝传人身旁。也好，那这蜂王殿我就收下了。多谢大人，这是蜂王殿的核心，炼化它便可随意控制整个蜂王殿。发了，这蜂王殿除了大地传承之外，还有不少准地传承，甚至蜂王殿本身还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，这都是钱啊。禽兽，不管是不是你，我们的账都该算一算了。圣子师兄，那家伙说不定真就死在里面了呢。不如我们还是先回圣地吧。师弟若是不想留，自行离去便可。哥，禽兽师兄应该不会有事吧？不会，以秦师兄的战力，说不定真是得到了传承才没有出来。我们要小心的是林争天等人。是那小子出来了。小子，你总算出来了，立刻滚过来，我们圣子师兄有事问你。无名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真当我秦族好欺负吗？哼，秦天一，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落下个不好的下场。小子，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还不滚过来，圣子有话问你。我操！禽兽，你太放肆了！吴师弟怎么说都是圣地的重要弟子，你居然敢杀了他，就不怕回到圣地之后戒律殿拿你问罪？呵呵，小惩戒罢了。你若是想下去陪他，我也可以成全你。至于那什么戒律殿，你让他们来吧。我操！小插曲过后，禽兽不再理会对方，来到殿宇上空，就准备将这蜂王殿打包带走。禽兽，你杀害吴师弟之事，待返回圣地后，自会有戒律殿强者找你清算。现在本圣子需要你回答我，你有没有在里面得到传承？算什么东西？我有没有得到传承要于一切。我操！圣子可是至尊战体，悟道境5重的强者，竟然被一巴掌拍飞了。这是至尊战体异象，不愧为天苍大陆的至强战体，好可怕的压迫力！大家快退开，这林争天要发疯了！混账，本圣子要你死！
卧槽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一次可是林争天先出的手，又是圣兵又是异象的，结果还是被一招就干趴下了。圣人？你是圣人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圣人？圣人？这林争天不会是输不起吧？要找借口也得找个好点的理由吧？就是蜂王殿只有悟道境才能进入，如果他是圣人的话，又怎么可能参加蜂王试炼？你看他们都不信你，哎，心态真差。禽兽，你想干什么？林师兄可是圣子，你不要自误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操作？青天圣地的弟子将他们的圣子和同门都绑了。不愧是他，又是这熟悉的操作。我操！蜂王殿怎么跑他手里去了？他怎么还能把蜂王殿给收走？这就过分了啊！连吃带拿的，大殿都给打包带走了。禽兽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，抬手一招，便将地上捆着的林争天一行人收进蜂王殿。禽兽师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禽兽师兄果然不是常人，不但得到了传承，还将蜂王殿都打包了，简直就是我辈楷模啊！我们走吧。圣女就这样让他们离开吗？你能留下他，还是说你觉得我可以？禽兽离开后，并没有往青天圣地的方向横渡，反而一脸悠闲的慢慢走着，不时还停下看看风景，搞得身后的两兄妹一脸迷惑。禽兽师兄，我们不回圣地吗？呵呵，不急，有些人等得太久了，怎么也要见见。呵呵，年轻人，你倒是聪明。韩立师叔，年轻人，你很不错。蜂王殿的那份机缘，无数年来多少天骄都望而不及，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得到了。现在将传承交由老夫吧，放在你身上恐怕会引来窥视。大地传承对圣地很重要，待回去圣地后，老夫会禀明圣主对你进行封杀。传承是我得到的，好像和圣地并无关系，我为何要交于？极道传承事关圣地未来，不是你一个小辈可以掌握的，必须交由圣地来选择合适的传人才是最佳方案，不要逼本做亲自动手取。大地传承果然神奇，我居然没法直接看透你的修为。不过可惜，在圣人面前，你终究是蝼蚁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太弱了，所以看不透我修为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哼，区区圣人二重而已。不可能，圣人境，你居然是圣人境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圣人而已。我的天，圣人境，禽兽师兄居然是圣人境，进去陪你家圣子吧。我操！禽兽师兄小心！扛了这么久，终于还是忍不住动手。太初圣地的你认得老夫，不过不重要，老夫也不废话，想请道友到太初圣地小住几天。好一个请！如果我不去呢？这可由不得你。叶雄一脸自信，虽然禽兽也是圣人境，但现在被圣兵禁锢，再加上他圣人五重的修为，他有自信可以将禽兽擒回太初圣地。由不得我，你要不要看看自己身后有什么？你不用耍这些小把戏，老夫身后能有神。都说了你身后有东西，现在信了吧？你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还想请我去太初圣地吗？你想怎样？想怎样啊？不如你跟我去青天圣地住几天吧。说完，不等叶许回敬，直接将其丢进蜂王殿中。有着准地傀儡的禁锢，根本不怕对方在里面搞事，而失去了叶雄的控制，上空笼罩的圣兵也在瞬间缩小，掉落下来。禽兽师兄，刚刚出手的那位前辈是？秦瑶两兄妹心中很是震惊，想不到禽兽身旁还跟着如此恐怖的强者。一位不喜欢说话的长辈，你们稍等下，待我处理一些事后就回圣地。禽兽道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，叶圣女难道不是来请我去太初圣地？道友误会了，我与道友交好，又怎会做出这等事？哦，是吗？你的护道人对我出手，而你却选择隐藏在虚空中，我很难不怀疑你的目的。禽兽没有再多说什么，直接将其禁锢，也一同丢进了蜂王殿。或许对方之前真的有意交好，但面对大地传承的诱惑，所谓的交好也可随时抛弃。禽兽师兄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样太初圣地会不会发疯啊？无妨，是对方先动的手，我们只是正当防卫而已。还隐藏在虚空的诸位，劳烦替我转告太初圣地，他们的圣女和护道者袭击本座，已经被本座镇压，叫他们带上灵石来青天圣地赎人。好了，我们回圣地。
东荒要地震了，这人是要将天捅破啊！还好刚刚没有出手，不然得遭老罪了。诸位道友，你们说要不要将消息传给太初圣地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有热闹不看白不看。老夫很想知道，太初圣地知道自家圣女被人绑了，会是什么反应？什么？你们将参加试炼的精英弟子都绑了，甚至其中还有韩立圣人。两位师叔不用如此惊讶，他们想抢我的传承，我迫不得已才出手。那个小师侄，你现在什么修为？还有，你刚才说传承是蜂王殿里的传承，如此，这般。我操！圣人境修为，小师侄，你真的达到圣人境了。小师侄，太初圣地那两个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真要让他们来赎人？不错，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，那师叔支持你。太初圣地理亏在先，真要是敢来闹事，我们秦族也不是好惹的。随着蜂王试炼的结束，大地传承被人所得，以及禽兽的悍匪操作，整个东荒彻底炸锅。你们说太初圣地会不会拿灵石赎回他们的圣女？我觉得不会，真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圣地颜面扫地？我看这次两大圣地恐怕要爆发大战了。那个禽兽也是狠人，不但绑了太初圣地的圣女，连自家圣子都一起绑了。据说太初圣女生得极为貌美，那个禽兽会不会乘人之危呢？别等太初圣地去赎人，发现孩子都生出来了。青天圣地奇人太师不错，简直就是土匪，居然还想要我们拿灵石去赎人。据说是叶雄长老先出的手，才被青天圣地强者擒拿。此事毕竟是我们理亏，对方没有将叶雄当场打杀，已经算是给我们太初圣地面子了。即便如此，那小子也太过分了。好了，都住口！对于青天圣地那人所说的条件，你们认为该怎样做？圣主，为了圣地颜面，我认为不能和对方妥协，至少明面上不能妥协。六长老有何妙计？据查到的消息，那人不仅得了大地传承，还收走了蜂王殿。蜂王殿乃整个天苍大陆的机缘，岂能由一人所占？圣主可以放出消息，太初圣地将请出强者前往青天圣地，要求交出蜂王殿，为整个大陆的悟道境修士留下一份机缘。届时可以说，叶雄长老也是为了留下蜂王殿才无奈出手的，逼迫那个小辈放回叶雄长老和圣女。好，六长老所言甚合本座意，此事就交由你办。10天后，本座将请出圣地老祖前往青天圣地。太初圣主的声音中透出一股满意之色。蜂王殿除了那桩大地传承外，还有数份准地留下的传承，这种大机缘，谁也不想落在别人手上。有了太初圣地领头，东荒上那些大教虎族必然也会掺和进来，甚至西孟、南满、北玄3大域的强者都会赶来。又被迫发了一笔小财，果然是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啊！眼前这些东西都是禽兽从林争天和太初圣女等人身上搜来的，有准地傀儡在，根本不用费什么手脚，直接就可以将他们的内世界强行清空。不错，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所有东西加起来应该有将近200万极品灵石左右。禽兽小辈，你敢囚禁圣子和圣地长老，给本座滚出来！好恐怖的声威，是秦族的方向，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是陆道师叔祖，他要做什么？该不会是要发生内乱了吧？陆师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哼，让那个小辈滚出来见本座！只要他交出圣子和大地传承，本座看在你秦族2位老祖的面子上，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，他所做的事足以将他打入罪渊，手无尽炼魂之苦。不错，那小辈狼子野心，囚禁圣子妄图取而代之，就该永受炼魂之苦。打入罪渊受炼魂之苦。所谓的罪渊，就是圣地专门惩戒犯错强者的地方。2000年前，他们一脉就有窥天境被打入罪渊，在承受了300年炼魂之苦后，最终陨落。圣人境4重，大地传承果然神奇。小辈既然出来了，那将圣子和蜂王殿的传承交出来吧。呵呵，传承没有，不过嘛，人倒是可以还给你。韩师弟，你没事吧？韩立没有说话，他伤得不重，以圣人之躯很快就可痊愈。只不过被一个小辈像狗一样绑回圣地，此事让其心灵受到严重创伤，道心已经不稳。小辈，现在将传承和蜂王殿也交出来吧，本座可以做主免除你犯下的罪过。为了一个传承，你们当真是脸都不要了。如果不是知道这是青天圣地，我还以为自己进了土匪窝了。本座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强，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豪龙拳，遮天大人。真的打起来了，圣地要变天了。秦族还有圣人在是吗？是谁在和陆道师叔族交手？哼，区窥天境小神通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
圣人大战，周围的空间混沌迷离，恐怖的气息让圣地弟子感觉如末日降临。而此时，大战的两人已经冲出圣地，一起杀进。小贝，凭你摄人境4重的修为，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，乖乖交出传承，跟本座回圣地请罪，否则待本座将你擒下，免不了要吃苦头。圣人境4重？你怎么知道我只有4重境界呢？怎么？难道你想说你的修为比本座高？恭喜你，猜对了。定，宿主消耗180万极品灵石，修为成功提升至圣人境7重。现在呢？谁的修为更高？这怎么可能？圣人境7重，你怎么可能是圣人境7重？大地传承里面到底有什么，居然能将一个悟道境生生推到圣人境7重的位置上？圣人境7重而已，只要我想，还可以更高。一个被传承催生的圣人而已，就算比本座高出一个小境界，本座也要镇压你。圣兵，好东西啊！放肆！你想夺本座圣兵？我操！多谢陆道友送的宝贝，秦某就不客气收下了。怎么会？你！为了感谢道友送的圣兵，秦某想请道友到蜂王殿小住几天。你想镇压本座？陆道脸色阴寒，却不敢再取出法宝，怕再被禽兽拘走。该结束了。没有圣兵，本座一样能镇压你。好恐怖的大战波动，是圣人在大战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太初圣地找上了青天圣地了？圣人修为果然可怕，即便身处遥远的星空中，大战的波动依然能清晰传到东荒。不过以陆道师叔的修为，应该很快就能镇压那个小子了吧？哼，不自量力的小辈，等陆道师叔将其镇压，我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和之前那般嚣张。禽兽失职，不会有事吧？大战波动消散了，这是陆道师叔镇压了那个小子了。好，太好了！小贝，你这是要彻底和圣地决裂吗？放开本座，此事还有缓和的余地。缓和？呵呵，为什么要缓和？难道你还想对抗整个圣地？圣人境在圣地不算什么，一旦圣地底蕴出事，就算9重天关的准地来了，都得饮恨。本座劝你想清楚，不要为了一时之快断了自身大道。你还是先关心下自己吧。你做什么？该死！快停下！地上的陆道脸色大变，惊骇万分。他感觉自己的内世界正在遭受恐怖的轰击。大圣境，圣人境7重，荒古圣体，秦羽师弟的后人倒是不错。哦，你是何人？本座乃青天圣地之主。这就是3000年前和自己那个老祖争夺圣主之位，并且胜出的那个人。圣主，我行了。小辈，本座不知你在蜂王殿得到了什么奇遇，但只是大地传承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将一个悟道境推到圣人境7重，并且根基还如此凝实。不过就荒古圣体而言，你还未小成吧？若是你能将所有传承交出，和圣地共享，本座可以承诺给你足够的资源，助你将体质修至小成，甚至圣地可以培养你，让你有机会修成大成圣体，另类成道。哦，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，不过我信不过你，我需要打电话给老祖，让他过来做个见证。哎，你这是何物？这是我刚换的新手机，能无视距离传呼。这么说你还有旧的？旧的给我用下。旧的我早放2手平台上卖掉了。哦，哪个2手平台能回收？正好我有些物品一直想卖，又懒得处理。转转呀，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。没想到我那台苹果手机还卖了4800多，而且转转连平板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都能回收。总之2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行，本座知道了。不过本座说话一言九鼎，无需叫他人过来见证。老实说，青天圣主提的条件确实很诱人，要是换做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，禽兽可能就答应了。不过对于青天圣地，他根本不相信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只不过是信不过你们而已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想要传承也不是不可以，什么培养我的就算了，直接点1亿极品灵石，我可以给你们1尊准地传承。我操！1亿极品灵石，小子，你穷疯了！呵呵，1亿极品灵石换个准地传承，很划算。小贝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圣主想要镇压你轻而易举，给你机会，莫要不识抬举。怎么软的不行，准备来硬的了？陆道，你说谁不行？
秦煞老祖，你出关了。本座若再不出关，恐怕我秦族这最后一点血脉都要被某些人逼死。见过2位老祖。好小子，不错，很不错，圣人境7重，比老子年轻时候强多了。禽兽，这是秦煞老祖，你放心，有秦煞老祖在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没人能强迫你交出传承。本圣主此举也是为了圣地，身为圣地弟子，就该以圣地为重。老祖应该知道大地传承对于圣地的重要性。况且本圣主已经承诺了，可以提供资源，助他成就大成圣体。好一个圣主，好一个为圣地的未来着想。老子问你，打压秦族，残害秦族弟子，也是为了圣地。因为圣人郡诗书陨落，只是意外，并不是本圣主故意针对打压。本圣主身为圣地之主，不会做出那等损害圣地实力的事。青天圣主脸色难看，他万万没想到秦煞老祖会毫无顾忌的对他出手。临城老祖，秦疯子，你是真疯了，竟然对圣主出手！难道你想造反，挑起圣地内乱？造反，林老鬼，是你们欺人太甚！今天不给一个满意的说法，老子掀了那狗屁圣地！秦疯子，你真是疯了！我操！恐怖的大战波动从星空深处传来，期间还夹杂着2人的怒吼。禽兽静静站着，感受着深处传来的恐怖战斗波动，眼中神色莫名。他对青天圣地的秦族并没有太大的感情，之所以来青天圣地，也是为了获得。不过现在看着秦煞老祖出关为自己撑场子，心中不禁泛起丝丝涟漪。我们走。那个老鬼被我揍了一顿，愿意赔偿价值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给我秦族，我便让他离去了。那些资源等回到青天圣地后，你就去取吧。林家毕竟才是青天圣地真正的主人，掌控有青帝留下的地兵，真要闹起来，就算唤醒大凶也敌不过。况且老头子也没多久好活了，只能帮你争取一些资源。明白，多谢老祖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青天圣地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圣主，秦族那个老疯子服足了，我们上青天圣地的事恐怕要慎重了。确实，看他样子寿元无多了，以那个疯子的性格，一旦发疯，说不定就会在临死前拉上一个垫背。先回圣地。什么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？老祖可是区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而已，无需我灵族出，直接让他们进入圣地外层宝库挑选即可。至于大地传承之事，不可操之过急。秦煞那疯子的寿元没多少了，最多不过1000年就会作化。至于另一个秦斩，应该也差不多，甚至于数百年内就会耗尽寿元。到那时，什么大地传承、封王殿，通通都是我灵族的。现在要做的，反而是保护好那小子，不让传承落入外人之手。好吧，那老祖陆道长老的伤势死不了，但也需要休养数百年才能够恢复，而且道台破裂，就算伤势恢复了，以后也只能止步于圣人境6重，大道无望。我操！那秦煞好狠的手段。老祖，你没事吧？好了，不过还能熬几天。秦煞老祖，以你现在大圣巅峰的修为，若是将一尊准地传承交给你，有没有可能借此突破？老祖。老头子，我如今肉身早已枯败，已不是靠感悟就能够突破的了。除非能有足够的生命之水让肉身再次焕发生机，否则就算给我大地的大道感悟也无济于事。都别沮丧了，人各有命。小子你放心，在老祖死之前，一定会护你安全的。禽兽闻言没有再说话，只不过在他心中已经暗暗记下了一样东西：生命之水。弟子灵苍求见秦煞老祖，圣主请老祖前往圣地宝库。弟子灵苍见过秦煞老祖。灵苍，执剑锋之主，我记得你，你很好，这些年打压我秦族，你没少出力啊。我操！活着真好，差点就……拜见秦煞老祖。本座要进宝库。是老祖。不愧是圣地，资源果然数不胜数。这些都是低级货色，对你没有任何作用。走，老祖带你进入内库。
秦疯子，内库就不必去了。林老鬼，你什么意思？内库是圣地底蕴所在，不能轻易进入。况且这外库的资源就足够3000万极品灵石了。老鬼，你想用这些破烂就打发老子？老祖，这里就这里吧，这些东西我也需要。你不要怕，有老祖在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禽兽师兄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。辛苦你了。没事的，老祖，就这里吧。拿完这些资源，我还要去把这些给粉丝寄出去。这不是华为 Mate 70 Pro 吗？听说这很难抢啊，你都拿来送了。左下角现在上线就能领了，升级看到领取界面，填个地址就送到家。那左下角都整多少回了，啥都领不到。这次不一样，我跟左下角申请了8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 Pro 做专属福利，这批只有我这有，不就容易领了吗？这次领的比之前都快，我第2台要到手了。够吗？放心，为了让看到这条视频的观众都能领到，厂商还额外准备了 iPad Pro， 让大家都能参与。好的，我这就去试试。不过你确定只在这外库里挑选资源？在秦煞看来，这外库空间的资源虽多，加起来甚至超过3000万极品灵石，可这些东西全都是窥天境以下才用到的，对禽兽这个圣人境毫无作用。可禽兽不管这些，直接开始搬空保护。我操！小贝，你做什么？不是你让我在这里挑选资源宝物的吗？本座只答应给你们秦族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，可没让你搬空整座宝库。这小子有前途，是个当土匪的料子。以后就算老头子我陨落，以这小子的性格也不会吃亏。林老鬼，谁知道这外库的东西值不值3000万极品灵石？不过你放心，带我们回去清点一番，若真是物超所值，自然会将多出的送回宝库。我这回真领到了，必须的！我再额外加一批华为3折叠做隐藏福利，数量有限，你们都赶紧试试。这回也不难领吧？简单，认准我左下角进入，首充1元就能领648的满阶神装和 VIP 100倍加速升级，苹果华为秒发货。好的，宝库资源到手，我们走。即便给你们资源又如何？最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归我灵族。童子，计算一下这里面的所有资源共价值多少极品灵石？马上为宿主估算物品价值，里面有下品灵石130亿，极品灵石2500万枚，丹药5万瓶，珍贵矿石100万斤，王者神兵大能重器数百柄。经检测，所有物品总价值3980万03枚极品灵石。发了，将近4000万，还是圣地富有啊！宿主是否现在充值？充！恭喜宿主成功充值3980万03枚极品灵石。突然拥有巨款的禽兽开始逛起了系统商城。这是我操！生命神树10个小目标，还是幼苗，还以为自己4000万极品灵石是巨款，结果连一株树的幼苗都买不起。生命神树乃是天地灵根，整个诸天万界都只有一株，拥有一株就相当于有了用不尽的生命之水，10亿已经是良心价了。好吧，只能看看生命之水了。生命之水100万极品灵石1瓶，那还行。随后禽兽不再犹豫，花费1100万极品灵石兑换了11瓶生命之水，并消耗2970万极品灵石将修为提升大圣境7重。大圣境7重，圣体也小成了，这个人很强。现在的我感觉大圣境巅峰的秦煞老祖都不一定是我对手了。这就是生命之水吗？果然好浓郁的生机。等等，怎么有12瓶啊？我不是只买了11瓶吗？难道童子出 bug 了？由于宿主首次交易超千万，系统额外赠送了生命之水1瓶。哦，那童子你还挺良心嘛，100万的东西说送就送。哼，我才不会承认是我搞错了，等下次双倍坑回来。老祖，这是12瓶生命之水，对你应该有些帮助。我操！你哪来的这么多生命之水？今日我又仔细探索了下手里的蜂王殿，在里面发现了这12瓶生命之水，是苍穹大帝留下的传承之一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是苍穹大帝留给你的机缘，你赶紧收起来，莫要被其他人知道了。老祖，这都是给你的，我现在也用不到，只有你好起来，才能更好的庇护我秦族。这可是至宝啊！你确定都给我老头子？确定，老祖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也好，有了这些生命之水，老头子我肉身定能重新焕发生机，说不定还能借此突破，再活上个2万载，就连大兄也有出关的机会了。对老祖你们有帮助就好。一转眼10天便过去了，这10天中，青天圣地还算平静。在秦煞出关的消息传开后，没人再敢来秦族庄园找麻烦。10多天了，太初圣地怎么还没消息传来？他们的圣女标了，这该不会要砸我手里吧？找麻烦的终于来了。3尊大圣境后期的气息，是因为传承，还是见过2位老祖？小子，有麻烦来了！那3道气息明显不是东荒的修士，从遥远的3域赶来，还如此大张旗鼓，恐怕是为了传承而来。 2位老祖不必担忧，若真是为了大地传承而来，恐怕有人会比我们更加紧张。麻烦还是来了。不阿、昆腾、剑九，你们3个不在自己的老巢好好待着，来我青天圣地所为何事？阿弥个地继父，老衲此番前来，只是想见见你们那位获得机缘取走蜂王殿的天骄。不错，正是如此。俺也一样。你们找我，
小子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有人找我，自然得出来见见。擒杀老鬼，鲲鹏，你这小鸟不在南蛮待着，跑我东荒来，不怕我吃了你？半年前差点就被我炖了的事，这么快就忘了？老鬼，我承认你曾经确实很强，但现在的你寿元无多了吧？又还有多少战力？不赶紧自封保密，还有闲心跑出来，也不怕彻底陨落了？这就不用你担心了，老子肯定比你死得晚。倒是你们3个不远万里跑来东荒找我秦族的后辈，想做什么？你的后辈？阿弥个 DJ 佛，这位小施主是你得了传承，取走了封王殿吗？不错，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老衲居然看不清这小辈的修为，但隐约间可以感应到一丝圣威。阿弥个 DJ 佛，小施主，我佛门有几位弟子被困封王殿，还望将其放出。4域的封王殿同为一体，在禽兽将东荒的殿宇收取时，其余3域的殿宇也在同一刻消失。一些还在里面试炼的倒霉蛋，甚至没有来得及出来，就被殿宇带着消失。哦，是吗？只是要人。此外，封王殿乃是属于整个天苍大陆的机缘，不可一人侵占。希望小施主可以将其归回原处，给后人留下一份机缘。你们呢？也是让我交出封王殿，将我妖族的弟子放出，归还封王殿内属于我族的准地传承。本座来此，只为带走我北玄联盟的弟子。不可能，封王殿和传承乃我青天圣地之物，谁敢染指，便是和我青天圣地过不去。禽兽还未回答，林晨老祖却率先发声，他早已将大地传承和封王殿视为青天圣地之物，现在又怎么可能让他人染指？人可以免费还给你，至于传承，一尊准地传承，1亿极品灵石，价高者得。我操！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青天圣地不会答应你将传承外传的。青天圣地不答应，老东西，我的传承想怎么处理？什么时候需要你答应？小子你说什么？你身为青天圣地的弟子，所得传承自然也该由圣地主宰。哦，青天圣地的弟子，我什么时候成为青天圣地的弟子？你，林晨老祖一时语塞。严格来说，禽兽确实还没拜入圣地，成为圣地弟子，顶多算是禽族弟子。哦，既然此人不是青天圣地的弟子，那本座取回我妖族传承，希望青天圣地不要插手。阿弥个地祭佛，老衲只想小施主能够将封王殿归回原处，给后人留下一份机缘。你们随意。小子，将我妖族传承和弟子交出，本座即刻离去，否则没有青天圣地撑腰，莫要怪本座将你们镇压于此。阿弥个地祭佛，罪过罪过。说罢，2人身上隐隐透出一股杀机，只有剑九至始至终站在原地，没有丝毫动作和话语。你们想抢？金沙老鬼，你老了，这次本座可不怕你。这是准地兵，不错，秦沙老鬼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下本座的准地兵？又一件准地兵，老祖，我们真不用插手吗？妖族和佛门都带来了准地兵，那秦煞不可能是对手。万一无妨，等那小子吃了苦头后，自然会向圣地求救。到那时，什么传承和封王殿都会顺理成章的成为我青天圣地之物。小子，等下老祖拦住他们，你先离开，记住不要回青天圣地，找个地方隐藏起来，待大祖出关后会去找你的。2个大圣敬酒同，正好试试如今小城圣地的实力。老祖不必担忧，准地兵而已，让我来装，嘿，让我来收拾他们。区准地兵，谁还没有？小子，你这是哪里捡来的破烂？也配合准地兵相安？不过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本座成全你。这怎么可能？你那个破刀居然真的是准地兵，可是为什么先前没有从上面感应到丝毫气息？不祥之刃，品级不详，遇强则强。童子出品的东西果然不假。准地兵，那个小子居然有准地兵，难道是在封王殿中得到的？还有他的修为，大圣境七重。老和尚，这小子邪门，你我联手先将其镇压，届时封王殿传承，我妖族和你西莫佛门共享。阿弥个 DJ 佛，小施主冥顽不灵，那只好将你镇压于此。小施主，收手吧！面对2件准地兵，你不可能赢的。交出封王殿和这件准地兵，随老衲回西莫，与我佛座前前修，感悟大乘佛法，可助你去除身上的不祥之气。小子，还顶得住吗？老祖放心，区2件准地兵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才大圣境7重。
好小子，真猛啊，不输老子当年的风采。怎么可能？他居然这么强，这就是荒古圣体吗？你刚刚说让我去你那什么西莫是吧？但是我这人不喜欢出远门，西莫我就不去了。不如你入我蜂王殿小住些时日吧。你想囚禁老衲？阿米个地这佛施主手下留人。准帝是准帝，为了传承，西莫居然来了一尊准帝，那小子死定了。西莫佛门还要脸吗？一个准帝居然对我族后辈出手，大兄啊，你还不出关吗？咱都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准帝，又一尊准帝，而且似乎还只是一尊傀儡。无尘师叔救我！阿米个地这佛，施主莫要造下杀孽，渡恶只是想为后人留下一份机缘而已。此乃是行功德之事，并无恶意，将其交由本座，带回灵山思过如何？没有恶意，上来就动手，还要拿我的机缘去成就自己的功德，当真是和尚打死，无法无天了是吗？小子，你放肆！我佛慈悲，还请施主速速放手，否则区区一尊一重天关的准帝傀儡，本座还是可以镇压的。呵呵，放过他也不是不可以，就看你灵山愿意拿出多少灵石了。这小子疯了，打劫都打到准帝头上了。小子，快放开老衲，再跟随无尘师叔入我灵山清修万年，方可清洗你身上的业障。哦，是吗？我操！这个疯子居然当着佛门准帝的面杀了佛门的大圣，得逃！孽障，你找死！天啊，这是怎么了？世界要毁灭了吗？准帝是准帝在大战，准帝境居然在天苍大陆内大战，这是要将东荒打沉吗？看来本虾的这具分身得准备跑路了，这世界的瓜是不能再吃了。准帝之战恐怖如斯，看着暴动起来的东荒，众人满脸担忧。不过很快，交战中的两尊准帝纷纷撞破空间，只是眨眼间就出了天苍大陆。下一刻，星空深处传来轰鸣，好像连星辰都在作祟，而东荒上也在慢慢变得平静起来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那上面会不会有问题？老祖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对方也不过准帝一重而已。虽然傀儡没有自我意识，但身上有大帝留下的各种大阵和手段，可以自行战斗，战力不会输任何一个同阶准帝。怎么可能？这星空中居然还藏有一尊准帝，好手段！怎么回事？星空上似乎又多了一股准帝气息，会是谁呢？结束了。果然，有了第二尊准帝傀儡加入后，星空中的大战很快就结束了。而无尘准帝也以自断一条手臂和舍弃准帝兵的代价遁回了西莫。居然如此惨烈，连准帝都被留下了半条手臂。道友，我只想带走被蜂王殿困住的北玄联盟弟子，并无恶意。确实，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展露过恶意。那人便还给你吧。九师叔祖，多谢道友了。可惜那只小鸟跑了。老祖放心，跑不了的。想不到那小子居然拥有准帝境的傀儡，还好本座果断离开，有那尊傀儡在，传承是不可能拿到了，还是先返回南蛮再说。我操！小子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西莫灵山死了一尊大圣，准帝也遭受到了重创，他们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无妨的老祖，若是那西莫灵山还来找麻烦，我也有办法应付。也罢，我们先回庄园吧。不急，再等等，有的人还没出来呢。太初圣地的人。道友机缘深厚，不但修为真至大圣境，还能得到准帝傀儡这般逆天之物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圣主不远百万里从太初圣地赶来，想必不是为了说这些的吧？道友说过，只要1亿极品灵石，便可交易一尊准帝传承，可是真的？1亿极品灵石换一尊准帝传承，对别人来说自然是真的。只不过，若是你们太初圣地想换，恐怕还不够。道友这是什么意思？青羽叶长老，圣主该不会忘了你太初圣地所做的事了吧？小辈当着圣主面，还不快快放开我们？不怕圣主将你镇压吗？我操！你想死，不要带上我们呀！哦，太初圣主，你要镇压我？没有，叶雄长老胡说的啊！呵呵，看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准帝传承算你1亿一尊，2个人算你2000万，你给灵石，我放人。好，太初圣地愿意出这个灵石，不过。
若是你食言，不拿出准地传承，可不要怪我太初圣地翻脸。你放心，传承是我的，我想如何处理，青天圣地还管不了。一旁的林晨看着这一切是敢怒不敢言，他很想站出来阻止，可又怕禽兽杀性未消，将他练了。太初圣主听到禽兽的话，又见林晨一声不吭，随后也不再顾忌，便与禽兽开始交易。整个交易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，不知为何青天圣地之内至始至终都没有准地出来阻止。就这样走了。老祖若是想要，我这还有别的准地传承。倒也不必，大兄他就是一尊准地，时常对我讲道，这可比准地传承有用多了。准地师叔们啊，外面这么大的动静，你们为何一个都没出现啊？就在林晨郁闷之时，此时的圣地禁地中，一场博弈也才刚刚开始。秦斩，你应该知道，一尊准地传承对圣地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老子当然知道，可那传承是我秦族后辈所得，与圣地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们秦族难道不是圣地之人？呵呵，你还记得我秦族也是圣地之人？那这3000年间，我秦族被打压陨落的圣人，是不是该给一个交代？此事本座自会调查清楚，但你秦族后辈私自将准地传承拱手让人，此事你要负责。负责，我负你哪？那是准地兵，准地兵可是好东西，赶紧拍照记录一下。啊，宿主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，哪来的钱？最近我把家里落灰的闲置都放二手平台上卖了变现了，之前没时间一个个卖，又懒得扯皮，干脆叫个转转上门全部打包回收了。没想到这些主机、投影仪、相机啥的加起来有6500。要说谁家没几个闲置啊？想轻松处理，我强烈推荐转转。真好，又捡到一件野生准地兵。我操！小辈，这是圣地老祖的战兵，你敢擅自拘禁，速速放开，否则老祖出关必不会饶你。就算这下总算安静了。是大兄，大兄出关了。居然是准地4重天，秦族有这种存在坐镇，居还遭受如此打压，那说明灵族还有更高境界。哼。大兄，你终于出关了！见过秦斩老祖。我大圣境7重，不错不错，你就是老二和我说的那个禽兽。本座的战兵呢？小辈，你可曾见到一尊明皇小鼎从禁地飞出？小鼎？什么小鼎？没看到。哼，小子，你杀了灵山圣地一尊大圣，还重创他们一尊准地，灵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交出本座的战兵，还有你身上的大地传承，以及这尊准地傀儡，如此圣地方能庇护你，免遭灵山清算。不好意思，不需要。这我操！地兵玄黄鼎，秦斩，即便你修为绝世，远比本座强大，但那又如何？本座有大地留下的地兵，极道之位，足以镇压一切。念在你们也是圣地一脉，现在将大地传承和傀儡掌控权交出，本座可以既往不咎，并且圣地也会一视同仁。只要你秦族出现天骄，亦可修炼青帝留下的地兵。林帝只想要传承，并不想彻底和秦族闹翻。秦斩毕竟是准地4重，一旦彻底闹翻，无论是将其镇压，还是对方反出圣地，对青天圣地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。慌，可笑，这些东西到了你林族手里，还有可能回来。地兵是强大，但想要镇压老子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信不信老子拉上你一起死？你不用吓唬本座，即便你我同归于尽，我林族亦还有准地。届时你秦族的这个后辈谁来庇护？自己交出传承，或者本座将尔等镇压，亲自动手取。该死，这是地威。这是地兵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地兵？你怎么可能有地兵？大祖还等什么？拿上地兵上去弄他！哈哈哈，林宰种，你想不到吧？地兵我们也有，绝！爽，太爽了！这就是地兵的感觉嘛！今日过后，我秦族将不会再受任何憋屈了。秦斩，你别得意。怎么，宰种，你还要继续动手？秦斩，你真以为凭借一件地兵就可以抗衡青天圣地，抗衡我林族？能不能抗衡青天圣地我不知道，但是镇压你足够了。我操！好，既然你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们。不好，地兵有灵，地兵神只要复苏了，地兵彻底复苏，相当于半个大地，这下麻烦了。对七七，是我族地兵神之要复苏了，哈哈，这下秦族他们完蛋了。地兵神之，
地兵复苏，我们打不赢了，小子，要不我们跑吧？地兵神之而已，又不是真正的大地，老祖不必惊慌。好浓重的不祥气息，为何本地从未见过这件地兵？大帝，就是这几人夺了我青天圣地的传承机缘，还想祸乱圣地，请大帝出手镇压贼人，护我圣地。念在你们也是圣地弟子的份上，将传承交出，就此离开圣地吧。区区一个地兵神之而已，真当自己是大帝了？童子，消耗1亿极品灵石，兑换一个灵石大帝，给我捏死这尊地兵神之。爹，童子拒绝，并感觉受到了侮辱。系统，你中病毒了。不祥之人，以强则强，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神旨。宿主还是留着灵石提升修为吧。我操！那是什么？地兵神之吗？这种不祥的气息，好恐怖！这就是不祥之刃的神之吗？地兵之灵嘛，沉睡数十万年不曾出手，如此就让本地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结！玄黄之气铸造的地兵本源吗？大补之物，吞了你，本座就能恢复更多的力量。童子，你这结的兵器哪里搞来的？我怎么感觉有些邪门啊？宿主请放心，系统出品，安全有保证，就算再邪门，也会为宿主所掌控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该死，你敢吞噬本地的本源！这不可能！那个妖魔既然在吞噬玄黄鼎的本源，同为地兵，怎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差距？四月真的吞了？不可能！地兵神只跟随大帝征战无数年，怎么可能就这么陨落了？你这神之究竟是何来头？七彩悟空你都不知道？孤陋寡闻。七彩悟空这样的神物你怎么可能拥有？这是我左下角全新鬼服版本，开局就送7天无限洗炼，零损耗洗宠，点就能洗出七彩悟空。只要你手速够快，1天就能满背包七彩神宠。骗人！那我之前下载的为什么洗不出来？都说了我这个是全新鬼服版本，一人独享全服资源，主打一个超爽体验。我左下角还申请了登录送千年神龙，洗炼100级出100万年神龙。哪里下载？无需下载，左下角点开就能玩。但是你已经没有机会去玩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猜？小子，圣地中还有3尊灵族准地，其中一个至少7重天关以上的存在，地兵神旨短时间恐怕难以再复苏第2次，还是要小心。老祖是说禁地中那3个，呵呵，或许早就逃了。早在玄黄鼎被镇压时，禽兽就透过地兵神之的感应，圣地3股气息扭转空间，偷偷遁走了。只不过因为不祥神之要镇压玄黄鼎，没空理会而已。禽兽，秦斩老祖，其实我们可以谈谈的。秦族也是圣地一脉，2族相争只会让其他势力得利。若你我2族摒弃前嫌，真诚合作，以2件地兵和大地传承，一定可以让青天圣地成为天苍大陆的第1圣地。届时，灵族和秦族也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第1地族。青天圣主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画大饼呢。可是这些事没有你们灵族也一样可以做到。再说了，你灵族的地兵都在我手中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和你们合作？你，就算没有地兵，我灵族还有准地老祖镇压，还有祖上亲帝留下的地级大阵。你想祸乱圣地，也是痴心妄想。哦，是吗？大帝留下的阵法的确强大，就算手持地兵，一时半会也难以轰开。不过，我操！跑的倒是挺快。后辈弟子无能，让秦族祸乱圣地，镇压了地兵，生死存亡之际，恳请老祖复苏，镇压贼人，护我圣地万年基业。请老祖出关，镇压秦族。老祖，你们是要放弃圣地了吗？崽子们，起来吧，你家老祖来了。我操！秦斩老祖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见到老祖，我开不开心？你们想怎样？秦族也是圣地一脉，你们难道真要同门相残？青天圣主强忍着惧意看向几人，在这3人中，他最害怕的不是秦煞秦斩，反而是禽兽。禽兽也没废话，抬手直接将几人镇压。灵族一脉剩下的族人弟子，就麻烦2位老祖，凡是和这一脉沾上关系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不能留下。既然做，就要做绝，绝不能留下后。什么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家族被灭，隐忍1000年再报血仇的这些东西，通通要掐灭。明白，斩草除根，这个老祖比你懂。交给我吧。秦斩老祖，我们去宝库逛逛吧。此时秦煞站立高空，手中拎着一名灵族弟子。只见一道海报射出来，无数灵族弟子炸下是肉身灵气，上悟道飞天境，不管直系、旁系还是远亲，只要沾染有灵族血脉，都无一幸免。怎么了？那是秦彩老祖，是秦族在清算吗？民族完了，圣祖一脉也完了。今日灵族陨落，
圣地弟子凡是举报与灵族亲近者，可得赏赐灵石、丹药、功法、金文、神兵重器皆可。我操！与此同时，禽兽也开始对圣地的各个宝库进去大清扫。灵族之人都解决完了，辛苦老祖了，2位老祖，剩下的事就麻烦你们处理了。这小子得了天大的好处，跑得倒是挺快。青天圣地经此一事，可以说是实力大减了。现在宝库也被搬空，剩下那些弟子的去留也成了问题。要不解散得了？青帝，你还真是沉得住气，传承都要被灭了，居然还是无动于衷。100万年过去，仙门就要重新降临了。本地藏身禁区数十万年，只为踏足那个地方，区区血脉传承，待仙门降临，本地走出禁区，自会清算一切。童子，清点所有的物品，换算成极品灵石。耶，童子收到，马上为宿主清算所有物品价值。我安好准地兵4件，残缺1件，大圣兵16件，圣兵38件，丹药、灵草、矿石、灵脉等等，所有物品资源换算成极品灵石，共价值20亿7600万3001枚极品灵石。宿主是否现在交易？20亿7000万，一个圣地的底蕴果然恐怖如斯，发了。宿主是否立刻交易？由于交易量大，系统可以给宿主算21亿极品灵石。童子，你不对劲哦。算了，不管了，交易全部给我兑换成修为。交易成功，恭喜宿主成功充值21亿极品灵石，消耗19亿6700万极品灵石，兑换至大地进入重天修为，自动为宿主屏蔽成第1项。大地进五重，圣体也已大成，这下念头通达了。太强了，这就是大地的感觉吗？万物皆由我掌控，就让我来好好看看这片大陆。随着禽兽双目闭上，大地神念顷刻间覆盖整片大陆，一幅幅画面出现在他脑海中。放肆！谁在窥探我等？禁区至尊，早就听闻中央天域有3大禁区，禁区内沉睡有不少古代至尊，现在看来确实是真的。童子，我还剩多少灵石？下一个境界要多少灵石？回宿主还剩1亿3300万极品灵石，下一境界大地进6重，需6亿极品灵石。6亿吗？看来还得继续搞钱才行。阿弥个 DJ 佛，青天圣地传承数十万年的地族月雨落。禽族之人杀孽滔天，亵渎我佛，该带回灵山，在我佛座前忏悔。诸位师兄，那禽族拥有一件不祥地兵，连青帝的玄黄鼎都被镇压了，我等还是要小心行事。我佛留下的地兵可克制一切邪恶之物，即便同为地兵亦是如此。况且一尊地兵短时间内难以复苏2次，此次我灵山必要清除这等邪兵，带回禽族，免得他们坠入邪道，为祸天苍大陆。但愿师兄们能活着回来吧。秦斩道友，2万年不见，你还活着呢？哼，姓陈的，你不也活得好好的？你不在北玄域待着，来我青天圣地做什么？难道也是为了传承而来？呵呵，本座确实是为传承而来，只不过不是抢，而是买。哦，买传承可以，一尊准地传承，1亿极品灵石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是1亿2000万极品灵石，多的2000万就当与小友结个善缘。小友年纪轻轻就修成大圣，这种天赋可以说是冠绝整个天苍大陆。若是早生个万年，说不定有机会正的大道，进入那个地方。只是可惜，哪个地方？小友还不知道。你家老祖没有告诉你。据说在天苍大陆上方有一个浩大无边的世界，我们称它为仙界。在古时，修为达到大地境界，便可以通过一扇仙门进入到那个世界，追寻大道长生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通往仙界的门户关闭了，即便有人修成大帝，也无法进入仙界，只能留在天苍大陆，直至寿命耗尽，含恨而终。不错，这样的情况直到100万年前才有所改变。100万年前，一尊圣体横空出世，24正道，晚年时期直接生生打穿了仙门，踏足仙界。他在进入仙界前留下了一句话：100万年后，仙门再临。苍穹大帝，不错，如果苍穹大帝所言不假，踏足上界的通道就要再次开启了。届时整个天苍大陆，活着的、藏起来假死的、半死不活的那些老怪，通通都会出现，争抢进入上界的机会，寻求长生。小子，你才大圣境，修为还是太低了。如果再给你个12000年的，说不定有争夺的资格。呵呵，
我修为低，我怕爆发修为吓死你。小有福缘身后，说不定仙门降临时能够得到进入的机缘也说不定。陈太虚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这样的天骄妖孽不夭折的话，正道的几率极大。北玄联盟和秦族也并无恩怨，所以趁这个机会交好一些，并无坏处。以我如今的修为加上大成圣，就算禁区至尊出世，我也有信心镇压。倒是有些期待仙门降临的场景。有客人来了，那是西莫灵山的人。灵山看样子来者不善，而且其中还有宗高阶准帝，两位还是先暂避锋芒为好。小子，我们先回圣地中吧。对方都是强大准帝，只有返回圣地，依靠青帝留下的大阵，再辅以帝兵，方有一战之力。老祖不必惊慌，区区3尊准帝而已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既来之则葬之。无罪无恶无难。阿弥陀佛，前族犯下滔天杀孽，无故残杀地族，亵渎我佛。两位，请跟我们回灵山，在佛前受苦万年，聆听大乘佛法，洗去身上罪业，方可继续寻求大道。呵呵，万年过去了，你们灵山还是如此不要脸。阿弥陀 DJ 佛，秦族造下大杀孽，为了大陆生灵免遭苦难，请两位带着秦族入我灵山。不错，秦族该死。灵族的老不死。哼，秦斩，你屠灭我灵族，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吧？今日本座也要你亲眼看着你秦族是如何被屠的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小畜生，就是你害我灵族遭其大劫，建议本座邀你死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一尊准帝一眼就瞪没了，一眼瞪死准帝。师尊，这位秦前辈是大帝吗？你做了什么？本来还想亲手将你们拎出来，现在倒是省了本地一番功夫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大帝，天帝未曾降下过大帝，无人正道，你怎么可能是大帝？快逃！呵呵，还想逃？瞬秒准帝，这就是大帝吗？必须好好记录下来，日后反复观摩。老祖，你这手机看着不错啊。我换了新手机来记录的。那你就手机嘞。我拿去二手平台上卖了。刚好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正好我的旧手机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，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。没想到我那台苹果手机还卖了4800多，而且转转连平板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三位先前说了什么？本帝忘了，能不能再说一遍？师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两本。哦，帝兵复苏，拜见阿弥陀佛大帝。100万年过去，大事即将来临，道友居然能瞒过禁区正道，当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不是帝兵神旨，而是阿弥陀佛的一缕神念。阿弥陀佛大帝居然还活着。道友，这3人乃我灵山弟子，无知犯下恶念，可否让我带走，返回灵山思过？区区一缕神念就想把人带走，未免也太不将本帝放在眼里。道友想如何？如何？还是让你本尊前来再说吧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大事来临，待我本体苏醒，自会找你清算。找我清算？我等着你。大帝，我等知错，不该冒犯大帝，请大帝饶恕。尔等冒犯本帝，本该身死道消，念在修行不易，可留尔等一命。求于本帝宗门每年献出1滴准帝精血，万年之后放尔等自由。我操！我去，放血1万年，这简直就是活阎王转世啊！准帝精血，就算是强大准帝，1年都难以酝养出1滴，况且以那3个家伙的寿元，估计也活不到万年以后。这简直就是要放血放到死啊！就算你是当世大帝，也不能如此羞辱我等。况且我佛还存于世，你这样做真不怕未来被清算吗？这可由不得你。至于阿弥陀佛大帝，只要他敢来，本帝就敢将他镇压，届时便将你们锁在一起，滋滋放血。阿弥陀佛大帝跑得倒是挺快，居然连整座灵山都搬走。见过大帝，见过大帝。老祖不必如此，直呼我名即可。不敢，不敢。修仙世界实力为尊，秦斩虽然是长辈，却不敢倚老卖老。就算禽兽愿意，他也不会再直呼对方的名字，这样有损大帝威严。这些精血应该足够让2位老祖的身躯恢复生机，踏足更高的境界了。准帝精血，多谢大帝。这秦族要发达了，族中除了大帝，足以繁盛至少10万年。
本地正道以来一直无人知晓，现在大势将至，为了福泽苍生，将于1个月之后在玄州讲道，届时北域联盟准地以上的强者都可以来。大帝讲道，多谢大帝，我北域联盟一定前往玄州聆听大帝讲道。去吧。大帝，你真要讲道？秦展眼神有些疑惑，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但他自问还算了解禽兽，属于那种铁公鸡路过都得拔下一身毛的人。免费讲到这种事，不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。老祖，你尽管传出消息，1个月后青天圣地并入青云宗，称青云圣地，同时本地将会在圣地讲道。好的，大帝。讲道虽然是免费的，但那些来听到的人总不会真的空手来吧？从灵山的情况来看，以往那些古代大帝肯定都以各种方式活了下来，或许就藏在几大禁区中。如今我只是大帝进5童，还不保险。若是一下子跳出10几个至尊来，还是有些麻烦。正好借这个机会狠狠刮那些圣地补足一笔，凑够灵石，将修为提升至巅峰大帝，届时我便可真正的在天苍大陆横着走了。青云宗，青云圣地，那青云宗是什么势力？居然要吞并青天圣地，成就青云圣地？这我知道，青天圣地的秦族出了一尊大帝，不仅覆灭了灵族，还将西莫灵山来找麻烦的准帝都囚禁了。而他便是出自玄州青云宗，如今他要回到玄州成立青云圣地。大帝，我说虾兄，你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天苍大陆10万年不曾出现过大帝了，要是有人证道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哼，本瞎骗你们做什么？我三叔的二舅老爷的孙女的男朋友就在青天圣地扫地，他亲口和我说的。而且大帝1月之后会在玄州的青云圣地讲道。相似的一幕在各处地域上演，传播的版本大同小异，但最重要的一点都是大帝将在1个月后讲道。消息以惊人的速度覆盖整个天苍大陆。大帝，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现在估计整个大陆都知道了。玄州青云宗呢？青云宗那边我已经让阿大、阿二亲自去了。3位老祖，这1个月时间就辛苦你们将青天圣地内有用的东西搬往玄州了。至于那些圣地弟子，若是天赋还可以的，检测过心性和忠诚度后，也可以一同前往玄州。好，交给我们就行。那臭小子这么久了也没传个消息回来，也不知道在那青天圣地有没有受欺负。宗主师兄放心吧，有老祖在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之前老祖也说过，秦族在圣地还有强者，相信会有禽兽那小子的安全不成问题。咱还是说说青青丫头。猎武山师弟，小辈的事就让小辈自己解决吧。再说了，那臭小子翅膀硬了，我都打不过他，还怎么做他的主啊？宗主，三门外来了2位强者，要见宗主您。 2位强者，在下秦无敌，青云宗之主。2位，你们是何人？秦大、秦妹见过大人啊，是秦羽师叔让我们来的。秦羽老祖，这位，这位前辈，秦羽老祖让你来，所谓何事？大人叫我秦大就好。秦羽师叔让我们来玄州，向大人传一个消息：大帝法旨将在1个月内合并青天圣地与青云宗，立下青云圣地，请大人早做准备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大帝合并青云宗，立青云圣地，对方一句话，足足震惊秦无敌等人数字。当时大帝，大帝不是这位大人的亲子吗？怎么这位大人的表情看起来好像不知道一样？不错，大帝镇压了青天圣地的叛乱，以及灵山圣地来犯的准帝，将在不久之后返回玄州，立下青云圣地，并讲道3天。真的是当时大帝返回玄州，意思是说那位大帝是从玄州走出去的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天怎么裂开了？天啊！这是青天圣地，他们往青云宗方向去了。看来青云宗要成为圣地的消息是真的。各位道友，青云宗方向，我先行一步。见到这一幕，其他修士也是疯了一样，涌向青云宗的方向。他们来了，好大的动静！宗门真的要成为圣地了，这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。哈哈，我龙傲天以后也是圣地弟子了。听说大帝还会在宗门讲道，要是能见到大帝，哪怕是让我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，我也愿意。以后我夏坤就是圣地中的扫地人了，这要是传回家乡，必将成为村子的骄傲。这些都是圣地的弟子，这数千艘战船的弟子加起来足有数百万了吧？我青云宗满打满算，加上杂役扫地的，也不过10万余人而已。大人，圣地前些日子被清洗了一番，这些弟子只是原来的1/3。这就是青云宗嘛，大帝的祖地，好贫瘠的天地灵气，还有这些人的修为好低。大帝的祖地吗？是那臭小子。
见过秦羽老祖2位前辈。嗨，那个无敌啊，这个行礼就不必了。好了，父亲，你和几位老祖先到一边，我要先开始建造圣地了。是大帝。我操！老祖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莫要胡说，和大地沾上因果，哪里是那臭小子能承受的？本地自今日起合并青云宗与青天圣地，立青云圣地。半月后于青云圣地走到3天。我操！不是，你来真的啊？你真的是大帝呀！当是大帝，这是在向我等示威吗？青云圣地，好一个青云圣地，真好！待仙灵降临，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当是大帝嘛，仙灵之地又出现正道者了。100万年前那人说过，仙门会在这一世降临，看来本尊也该回归了。